眼前这个男人为了养活1万名小弟，每天要拉1万趟黄包车，却依旧不能解决温饱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带着上万名小弟走上了不归路。原本在工厂打螺丝的魏十三意外穿越到了民国时代，一并觉醒了一点点小弟系统。恭喜宿主获得初始绿色小弟4名，注意，绿色小弟级别最低，但最吃苦耐劳，请宿主善待小弟。大哥好，兄弟们好啊！大哥，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。好，诸位弟弟有什么特长啊？都跟大哥说说。大哥，我们擅长的都差不多。第一个技能就是街头混战，第二个技能就是体力翻倍，寡不敌众时可以跑得更快。此时的魏十三额头冒出3条黑线，这些技能为什么听起来那么不靠谱呢？不过找小弟也是为了赚钱，得把他们往正道引啊。嗨，兄弟们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？咱们先去吃点饭，之后再说其他的。为了节省开支，魏十三带着小弟找了一家阳春面馆，坐下来就是一顿吃。这位大哥，吃好了哈，这顿我请了，您看如何？魏十三正心烦怎么搞钱呢，突然听到面馆老板的话更生气了。啥？大哥你别生气，这些都是孝敬给您的，小店也是小本买卖，平时也是小刀会罩着的，您看要不您收下这些钱就走了如何？老板，你是在看不起我吗？我是吃面不给钱的人吗？多少钱你算算。虽然有些肉疼，但吃霸王餐魏十三还不会做的。大哥，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了您了，我再次给您赔礼道歉行不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大哥让你收钱你就收钱，你怎么那么多话？小心我们兄弟们把你的面馆掀翻了。老板，我们真不是吃霸王餐的人，该多少钱就说多少钱。大哥您慢走。回到家的魏十三有些犯愁了，该给兄弟们找个什么差事赚点钱呢？不然自己的小金库顶不住啊。能干的无非就是码头扛包，但是节前还得给人上份子，不合算。宿主可以试着建造车行哦。对呀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有了车行，既可以解决就业问题，也可以赚钱啊！系统建造车行。抱歉，建造车行需要实体建筑作为支撑，请宿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建筑，建造车行。我特吗？那你不早说。魏十三差点爆粗口了，在寸土寸金的深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处房产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莫不是自己真要去混帮会了？不过据我所知，我目前所处的这间贫民窟好像也不贵，180银元也能搞定吧？摸着兜里仅剩的30块钱，魏十三决定赌一把。起来了，干活！大哥，干啥活？借钱，敢不敢？大哥，这不巧了吗？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干这个啊！你就说吧，跟谁借？我马武这辈子借钱就没还过。行，那就走。一行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浩浩荡荡行走了差不多10多分钟，最终在一处房前停下了。兄弟们，这样一个一个的借，一人借50，就借1个月。没问题，大哥。马武一马当先走进了房子，不到10分钟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沓银洋，正好是50。大哥，这人也忒好糊弄了。我说实在不行的话，最后我拿我自己还债，给他卖命，按了个手印，他就信了。是那个后面歇着胡六，你去。不多时，胡六也出来了。接下来，剩下的2个小弟也成功拿了50银洋出来。买房的钱是有了，可买车的钱还没有啊。宿主可以花100银元召唤一个小弟出来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肯定能赚到车钱的。这么贵，召唤小弟200银元化作流光无了，又出来2个绿色属性的彪形大汉。大哥，张龙赵虎来也。好啊，咱们先干件大事儿，然后大哥带你们吃饺子去。都听大哥的。兄弟，这样你们2个拿着30银元先进去赌，然后假装输了，恼羞成怒要借钱，他们肯定乐意借，多借点，一人借300，然后找机会先溜出来1个人拿到钱，大哥会派人接应你们，怎么样？我丞相，赌博我就没赢过。没一会，张龙跑了出来，魏十三拿着300银元又召唤了3名小弟进去赌博，接着借，几个回合下去，小小的几间赌坊里挤下了大概30多人，全都是彪形大汉。快拿钱！这位爷，柜上没钱了。没钱，糊弄时呢？老子又不是还不起，快点，今天非得赢了马武不可。奶奶的，不就是他早点出来吗？跟谁玩立得了呢？快点拿钱，是不是话呀？再借300。别玩了，都他妈的别玩了！怎么着，三爷，兄弟们在这玩是给你生意，不想做吗？各位兄弟是从哪来的？为何对我这小小的赌坊如此厚爱？还是兄弟我在哪里有过得罪？得罪没有，单纯就是想玩。你赌坊不行啊，借钱都借不出，你拿啥赚钱啊？兄弟们想玩当然可以，只是得把账先钱嘛。这位兄弟怎么称呼？马武。谁他妈借的？一个马武借了800银元了。这是马武的卖身契，咱们可以让他们做苦工慢慢还账的。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这样的人，你给我卖身契，我敢用吗？马武兄弟，这卖身契给你，之前的账也平了。诸位兄弟也一样，吴三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兄弟们别玩了，离开这里，怎么样？真的平账了？哎，千真万确。卖身契也不要了？是的，不要了，算是吴三请诸位兄弟喝茶了。还有这好事呢？那我们可真走了。请。30多个大汉噼里啪啦的走出大门，那破旧的门框都快烂了。今天账上总共损失了多少？5000。今天这是闭嘴，赌坊暂停营业。虎子，你去给我查一查，看看是哪里的过江龙。外面巷子里的魏十三看着眼前吊郎当的30大汉从吴三的赌坊里走出来，松了口气。大哥，这是兄弟们薅来的3000银元，很好。兄弟们都饿了吧？是有点饿了。你说赌坊早不管饭呢，真是不靠谱啊！西西，这不是有大哥吗？大哥不会亏待兄弟们的。走，吃饭去。酒足饭饱之后，魏十三花了2000银元把贫民窟周围的房子都给收购了，小弟们也算是
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。系统建造车行。好的，宿主正在为您建造车行。目前车行内有普通黄包车和高档黄包车供宿主购买。普通黄包车需要100银元，高档黄包车需要150银元，并解锁健步如飞和稳如泰山属性。这么便宜？外面最普通的黄包车一辆都要200多银元，而车行里最高档的也不过才150银元。那就先买8辆普通的黄包车吧。好了，宿主请注意查收。养小弟是真费钱啊，必须赶快让他们赚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魏13就把8辆车分了出去。张龙，你带8人一队跑排班；赵虎，你带8人一队跑夜班。剩下的14个小弟，魏13也没让他们闲着，现在没钱买车，只好带着小弟们先去码头扛大包。赵虎，送我们去码头。大哥，这车太轻省了，跑起来不费力啊。哈哈，咱家的车有独门秘籍在，当然好了，你们去忙吧，晚上不用接我们，我们自己回去。二牛，魏哥，你怎么来码头了？行啊，混成管事的了。魏哥就会拿我开心，什么管事的，楚老大手底下的小喽啰。今天码头缺人不？魏哥，你好好车不拉了，扛大包啊，这玩意多累啊！去你丫的，干啥不累啊？老家来了不少兄弟，看着给安排点活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就这样，魏13带着14个小弟一起从天明忙到天黑，赚了30元，平均1人2元。回到家，8辆车白天也赚了20元，晚上收入不比白天低，算起来一辆车给魏13带来了40元的收入。半个月后又加了7辆车，小弟们也算人人都混上车了。你瞧瞧，魏哥这事儿办的，该小弟我请你啊。行了，二牛别瞎客气了。一时间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，正尽兴呢，却听到外面有人哭泣，还有人怒斥：两个小丫头跑什么跑？你们不是唱曲儿的吗？大爷今天就要听曲儿。大爷，我们姐妹真的不会唱。哈哈哈，不会唱，大爷教你啊。大哥，我下去。眼前这个男人为了养活1万名小弟，每天要拉1万趟黄包车，却依旧不能解决温饱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带着上万名小弟走上了不归路。看看咋回事。张龙几个人下去了，老远就能听到张龙咋咋呼呼的声音。特能的，吃个饭都不安生，多大的事儿啊！让你长也瞧瞧。进来，报个名号，在下小刀会一老三。名号，我大哥手下第3猛将，这个行不？小刀会办事，还请诸位给个面子。我大哥在上面吃饭呢，就听你们咋咋呼呼的，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赶紧滚蛋！瘪三，感动我大哥，低调点，给他们弄出去。我动你大哥怎么了？动得好。几个兄弟如同提溜小鸡仔一样，把一老三几个人扔到了外面，嚣张地说道：“滚吧，以后别再让爷爷看到你们，看到一次打一次。姑娘，没事了，你们快走吧。”大哥，你能带我去见见刚刚出言帮忙我们的人吗？张龙正犹豫呢，就听到魏13在2楼说道：“张龙，带2位姑娘上来吧。”姑娘请吧。姐姐，小女子宋宁子，宋宁月见过公子。不必多礼。二牛兄弟，今天酒咱们先到这，招待不周，下次咱们再续。魏哥，小弟先撤了。不过那个一老三我倒是听说过，用不用小弟跟楚老大说一声，说和一下？以后咱们兄弟再说。魏13给了几个小弟一个眼神，张龙几人守在2楼门外，这下子屋子里就剩下2姐妹和魏13了。你们是有所求？魏13看着眼前的2姐妹，一身很普通的素衣，绝美的脸蛋挂着丝丝的泪痕，白皙漂亮，让人看上去不像是走街串巷的廉人，更像是落魄的小姐。公子，我们姐妹请求您收留。你们先说说为什么要我收留？我可以给你们一些钱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你们长得好看，你们可以找个营生活下去。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看我那些兄弟就知道了。公子，我们真心想求公子收留，哪怕当一田房都行。我们姐妹家道中落，父母亲人俱不在，就算是公子好心给我们一些钱，如今的世道，我们的样貌也守不住这些钱，与其颠沛流离，不如找一个可靠的人依靠。你们确定要给我？我也就是个拉车的，可不是什么真的公子哥，想跟我过荣华生活不现实。只要公子给我们姐妹一个安稳的依靠，粗茶淡饭我们也没事的。那就跟我走吧。回到车行，魏13开始继续抽卡。系统10连抽。好了，宿主请查收哈。然而一连串出现的都是绿色小弟，这让魏13十分郁闷。搞什么鬼啊？能不能让我欧一次蓝色的小弟？大哥，召开前来投问。兄弟，你来的太及时了。对了，兄弟，你有什么技能呢？大哥，我第1个技能是管理，第2个技能是理财。我操，终于欧了，2个技能，这是文臣啊！古代治理天下还要文武相济呢，更别说这做买卖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认识认识其他兄弟。魏13带着赵开来到了车行，此时的车行人满为患，小弟们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，齐刷刷地看着魏13这个大哥。兄弟们，这位就是赵开，以后就是车行经理了，车行事情就由赵开全权负责。另外，咱们车行以后就叫万和车行了。无事一身轻的魏13每天无所事事，躺在车行的摇椅上，宋家姐妹花一个捶腿，一个捶背，好不快活。舒服，真特么舒服啊！很长一段时间，魏13重复着赚钱，召唤小弟，买黄包车，拉车的步骤。很快，魏13的车行把贫民窟的黄包车生意垄断了，垄断随之而来的就是暴风雨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合记的老板邀请您共进晚餐。合记？魏13皱起眉头，之前他就在合记车行打过苦工。看来咱们万和的出现影响到合记的生意了呀。肯定啊，如今除了静海区的浪漫国租界，整个贫民窟的黄包车生意基本上被我们垄断了。行，拜帖留下，让马武选10个兄弟晚上跟我赴宴，另外让兄
兄弟们注意周围看一看。好的，大哥。看来这种静默发展、闷声发大财的时期一去不复返啊。魏13望着赵开离去的背影说道：“好在这段时间，魏13也并不是没有什么收获，小弟已经发展到了99名了。”系统召唤小弟。蓝光闪过，一个膘肥体壮的男人出现在面前。大哥，郭兴前来奔赴。好，兄弟，你有什么能力？大哥，我擅长武器，也擅长街头混战。好家伙，这是一个典型负责战斗的小弟啊！恭喜宿主小弟祭坛升至2级，召唤蓝色小弟概率提高5%，可解锁建造铁匠铺。建造铁匠铺需要耗费宿主1万银元。1级铁匠铺建造成功后，可生产各种冷兵器刀刃。1级铁匠铺可生产各种冷兵器刀刃，那2级岂不是可以生产热武器？如果是真的，这还是个锤子的铁匠铺啊，完全就是个兵工厂。请问宿主需要生产什么冷兵器？生产100个哨棍吧。现在的深都治安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，刀太明显了。收到，正在生产哨棍。100根哨棍摆在了地面上，每一根60厘米，在哨棍中间刻着万和2个精美大字。系统，帮我召回小弟，武器得分发下去。现在跟合计已经有了冲突了，就不能掉以轻心了。很快，100个小弟全都召唤回来了。100个小弟在大院里见到魏13的时候，齐刷刷的抱拳道：“大哥，弟弟们，为了保证咱们的安全，大哥我苦心孤诣，在铁匠铺打造了一批哨棍。话不多说，发装备，出发。”包厢门口，2个大汉负手胸前，虎视眈眈地盯着魏13这几个人，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劲。这是鸿门宴啊！不好意思，需要检查。顿时，郭兴等人怒容上身，郭兴直接就挡在魏13身前，毫不畏惧地顶了上去。什么意思？魏老板和我们老大都是身都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黄老板搜身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我跟你说得着吗？郭兴，把多嘴的人弄到一边去。嘿嘿，不成，敢打我兄弟，活腻歪了。看来合计没什么诚意啊。郭兴能打出去吗？大哥放心，土鸡瓦狗，一群瘪三罢了。那就打出去吧。郭兴等人把别在身后的哨棍拿出来，组成了一种奇怪的战斗队形，街头混战的技能发动了。魏老板果然非同凡响，一个小玩笑而已，何必如此大张旗鼓？撤了，都撤了，我们跟魏老板是谈生意的，这是干什么？这位就是黄老板吧？真是不巧，今天小子受惊了，咱们改日再谈。见魏13等人要走，胖乎乎中年男人连忙上前拦住魏13。魏老板，一个小玩笑而已，何必如此？小玩笑，行，既然是小玩笑，郭兴去搜黄老板的身，玩笑嘛，咱们也开一个。这位魏老板也太不把我小刀会放在眼里了，虽不知你是哪里来的过江龙，但面对前辈也得该有的尊敬吧。前辈，这位是谁啊？睁大你的眼睛，这是我们小刀会的会长，深都名流。呵呵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做正经行业的。要说黄老板是前辈，我得认，毕竟都是做正经生意的。可小刀会是什么，我也听说过，我可不敢有这样的前辈。早就听说静海区出了一个人物，先是挑了我小弟吴3的赌房，又因为2个女人打了我的小弟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魏老板沉默不才，算是为刚刚小弟们的鲁莽道歉。魏老板给个面子，咱们谈谈。面子我也想给，只是今日肯定不行了，明天去我车行找我吧。都是在静海区混饭吃的，你也不想你那些车行的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几个吧？魏13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这个陈会长。我希望陈会长不要做出一些不智的举动。如果我哪天发现我的兄弟失踪了1、2个，那可不是谁的面子好使的问题了。随后，魏13转身就走了。郭兴，走着，大哥累了。好啊，年轻人真行啊！通知兄弟们，明天起看到万和的人就打，我倒要看看这个魏13有什么本事。眼前这个男人为了养活1万名小弟，每天要拉1万趟黄包车，却依旧不能解决温饱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带着上万名小弟走上了不归路。什么狗屁小刀会，一群泼皮无赖而已，亏得自己还真想和合计好好谈谈呢。郭兴，走，跟我去小刀会的驻地。10人浩浩荡荡朝着小刀会的驻地走去。既然谈不拢，那就先下手为强。大哥，查清楚了，小刀会的驻地不超过30人，看样子都是好手，不过他们正在喝酒，战斗力肯定不行。武器看得清吗？大哥放心，根据刚刚的查看，最多不超过5把短枪，我有把握在他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拿下，保证不会让他们放出枪。行，争取减少伤亡，先控制住那些拿着短枪的人。郭兴带着70个兄弟上去了，魏13带着30个兄弟在后面慢慢跟着，负责接应。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70个壮汉快速地冲进了院子里，3下5除2就解决了不少人，想跑的也被外面蹲守的魏13给擒获了。郭兴，把武器缴了，把活着的带过来。靠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不知道这里是小刀会吗？想死啊是不是？快放了爷爷，不然要你好看。小刀会，我打的就是小刀会。仓库钱都在哪？麻溜的说，不说，那些躺下的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这位兄弟是哪里来的过江龙？我们会长不在，即为放我们先走，我们去叫人交赎金。你把我当傻子呢？魏13顿时就笑了。郭兴，把那个人弄下去。爷爷，我知道老大的仓库在哪，别杀我。早这么不就得了？带着人去找。当来到小刀会仓库的时候，魏13哈哈大笑，有足10箱银元，还有不少金条。系统，帮我收进去。好了，宿主，一共10万。系统，打开小弟祭坛，给我召唤300小弟。正在为宿主进行30连抽。我操，出紫色小弟了！大哥，小弟宋明前来拜见。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弟，来不及询问宋明属性，魏13直接吩咐道：宋明，你带着人把这条街给我清了，告诉这条街上的所有商户，赌方今天这条街换人了，那些小刀会的人给我集中看管，谁要是有意见，自己看着办。这个拿着。
着防身。谢大哥赏200个壮汉，只拿着100个哨棍，有点少啊，只能后续再解决了。回到老巢，魏13直接找到了马武。马武，家里交给你们了，务必看好家，一旦有变，可以动用那些长枪，你们会用吗？大哥，这玩意不会啊。没事，实在不行拿出来吓唬人就行了。这样，再这样，瞎鸡巴打就行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都明白了。不行，还是感觉没什么安全感啊。系统，再给我召唤100个小弟。收到，正在为宿主进行试炼抽。你们全都给我留守老巢。好的，老大。系统，再给我生产300根哨棍。很快，300根哨棍出现在眼前，除了跟着宋明的小弟，其余都配上了武器，安全感大大的爆棚。随后，魏13走到了车行大院里，弟弟们跟着大哥砍了那劳什子的小刀会。杀！几百名小弟高举手中的哨棍，声势震天。郭兴带好人，把看车的人给弄了。瞧好了吧，大哥。魏13此刻有些手心冒汗，摸了摸腰间的家伙，安定了许多。什么人？我操！有人偷袭！不要命了，敢惹小刀会！快跑，打不过！兄弟们杀！一声暴喝，刚刚还是黄包车夫的小弟们瞬间暴起，抽出哨棍，纷纷击打在自己身边的小刀会众人身上。会长，不好了，兄弟们遭到埋伏了。什么人？好像是魏13。废物，他才多少人？快打电话回去，让人来接应。他怎么敢？不知道我们小刀会是静海区的老大吗？阿翔，快去打电话。阿翔不敢怠慢，赶忙跑到前台打电话。程会长，发生了什么？自己去看。黄老板伏在窗户上，看到外面场景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，浑身颤抖。快去打给巡警局！仆人前脚刚走，后脚阿翔就小跑着回来了。会长，完了，老家被人端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，老家没了？完了，你不是说魏13只有100人吗？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人？程会长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已经打给巡警局了，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。走，黄老板，去拿钱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阿翔，去302，把寄存在那的武器拿出来，咱们进租界。走，从大世界后门走。大世界后门，魏13亲自蹲守。当看到陈小刀出来的那一刻，脸上露出很色。张龙，交给你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只留下了不到50个万赫的人，正在提桶洗地。大哥，为啥还要洗地呀？大世界不简单，算是告诉大世界背后的人，我此行目的只是为了杀陈小刀，归根结底还是身份太低了呀。1个月，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把静海区的事情捋顺了，自己也该搞一层皮了。黄老板，我们都是生意人，可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玩阴的呀！今天这是怎么说？魏老板，今天是我黄鹤猪油蒙了心了，我上有80老母，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，请魏老板饶一命啊！只要饶了我，合计就是您的，我马上坐船走人。魏13端坐在长条板凳上，笑道：你怎么不说你那7、8个小妾呢？魏老板喜欢，我可以交给你，都好说。行了，我们不是绑匪，也不是什么绑匪人，这次无奈之下也是自保。黄老板说的严重了，你配合我们的赵经理把合计先并入万和吧，明天开始静海区只有万和，没有合计，如何？都听魏老板的。忙活了一晚上，留下执勤的小弟们，其余的小弟们都睡去了。宋明那里也顺利的接收了文昌街。车行搞钱还是太慢了，只能和开销持平，还是得开店卖车。1辆车100生产，卖200多问题不大。进。大哥，大世界老板赵丹青送上拜帖。赵丹青。魏13皱眉接过拜帖看了起来，旋即摇摇头。算了，管他呢，总之应该是善意的，不然昨晚的事儿不会这么快就摆平了。大哥，我们去不去？既然人家都邀请了，那咱们就去呗。魏13刚到，就看到一道袅袅婷婷的身影出现在魏13的眼前，一身青花色的旗袍，微微盘起的发髻，精美的脸蛋紧抹了一丝红唇，虽不施粉黛，但也精致。赵老板，魏老板请坐。赵老板这个称呼还真是新奇，没想到大世界背后的老板居然是这么娇滴滴的大美人。多谢魏老板的夸奖，丹青愧领了。魏老板昨晚可是大发神威啊，小刀会一夜之间除名，看来深都的年轻俊杰又要加上一位了的。不敢当，赵老板今日叫上魏某前来是有什么吩咐呢？昨夜魏某在赵老板的地盘上搞出动静，赵老板如果需要赔偿，魏某绝对不二话。魏老板多虑了，可以叫我丹青。赵老板这个称呼挺新奇，可也推疏远了。好的，丹青小姐。魏老板也不必多虑，今日请你过来，也不是兴师问罪的，只是想跟魏老板协商一下以后静海区的事情。丹青小姐，魏某只是一个臭拉车的，静海区的事儿恐怕插不上手吧？魏13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，低调发展。魏老板有些妄自菲薄了，昨晚开始谁不知道静安区的新贵万和魏13呢？丹青小姐说笑了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今天就到这吧，家里还有一群兄弟等着呢。说着，魏13就要告辞。魏老板既然想做正经生意，丹青这里还有个提议，巡警局有个治安队长的职位空着呢，不知道魏老板有没有兴趣？巡警局。魏13明显愣了一下，眼神不住地瞥向赵丹青精致的脸上，白皙如玉，像是一朵成熟的牡丹。天下没有掉馅饼的好事，说说吧，丹青小姐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男人从不上班，却每天进账100万，就连局长的女儿都想倒贴给他。原来男人获得无限小弟召唤系统，只要大手一挥，就能召唤出无数小弟。就在今天，他用500名小弟换来局长的女儿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只要我有的，都可以给你。要你给吗？你找死！此话一出，直接让赵丹青背后的阿生怒了，黑洞洞的枪口直接指着魏13。郭兴也第一时间举起
短枪，双方对峙了起来。阿生，把枪放下，要我没问题，拿你500个小弟来换。小弟的第一天只是忠于我这个大哥，无论赵丹青怎么拉拢，怎么训练，都是给我做嫁衣。魏十三内心想到，赵丹青想要自己的人，那自己就借赵丹青之手练兵。好，我答应你了，丹青小姐就归我了。荒唐的一夜，自己居然就这么成了督军的女婿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居然逼得督军的女儿走到这一地步。看来自己得多收集一些信息了。说着，魏十三起身便离去了。对我们这兄弟好些，我先走了。男人果然是无情啊。次日，魏十三坐着兄弟们的黄包车，非常朴素的朝着静海区巡警局去了。请进。魏十三推门而入，就见陈开泰坐在办公椅上，正看着他。魏十三见过陈局长。哈哈，魏十三是吧？来坐。你们的事儿，丹青都跟我说了，在巡警局就跟到家了一样，不要有压力，以后也别叫什么陈局长，直接叫陈叔叔吧。陈开泰的热情出乎魏十三的意外。陈叔叔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行了，好好在巡警局干，3年我保证你成一个副局长还是能做到的。对了，我先给你说一下治安科的工作。静安区治安科总共有2个大队，巡警100人，其中能调动的只有60人，剩下的都在办公楼，主要还是负责整个静海区的治安巡查，维护码头安全是重中之重。洋人的不少货都是从查理码头来的。谈了足足2个小时，魏十三才从局长办公室出来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既然我都混成科长了，我的小弟也必须安排上啊。就这样，魏十三直接把50个小弟给安插进了巡警局。虽然没有编制，但装备比有编制的还好，足足装备了50条枪，以后可不是收保护费，而是收税。恭喜宿主小弟祭坛升到3级，最高可召唤粉色小弟，蓝色小弟概率提高至10%，紫色小弟概率5%，可解锁建造码头。现世级情报加1。魏十三一喜，瞥了眼旁边的宋宁子已经熟睡了，小声说道：这么快就3级了吗？系统，帮我建造码头。建造失败，建造码头需要耗费上100万银元。哈，这么贵吗？初始建造就要上100万，莫不是码头会出现军舰？以我目前的财力，完全建造不起。就算建造起了，在外滩搞个码头，还没那个实力。突然，魏十三想到了什么？系统，现世级情报加1是什么？宿主可花费10万银元建立情报站，情报站激活后可转职小弟成为专属情报人员，上限100人。以前还琢磨过这个事儿，随着小弟越来越多，总不能都当街溜子吧？没想到现在可以转职了，先慢慢发展，把铁匠铺升级，看看能不能出现热武器，再搞个情报站，最后车行也要升级，看能不能生产更高级的车辆。那时候真就美滋滋啊！魏十三双眼闪烁着金光，感觉有些任重而道远啊。现在系统手里基本没什么钱了。翌日，魏十三乘坐刚到，宋明赶紧带人赶了过来。大哥，最近生意如何？大哥，虽然最近这些生意人很老实，可还是有几个不服的。谁啊？背后什么背景？最主要的还是几个烟官，几家老板都说咱们的份钱收得太高了，他们没有利润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就打算去别的区了。希望大哥你能放宽些，这几家烟官挂在李家3公子的名下。李家也是深度的大家族，上述3代都是当官的，怎么还掺和上了烟官的生意？除了这些，还有吗？春月楼的老板想见您一面，他想买下春月楼周边的2户，扩大生意。还有烟官的几个明面上的老板也希望见您一面，商谈一下。这几个老板不用管，想见我让背后的人来，他们还不够格。是春月楼的老板见不见？春月楼是谁当家？一个叫钱叔的女人，有些手腕，什么背景暂时还不知道，那就见见。魏十三刚到，就看到一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子等候多时了。小女子钱叔见过魏老板，咱们还是直入主题吧。魏老板，小妹今日请您是想买下春月楼周围的2个店面，不知道魏老板怎么想？魏十三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，反而问道：你这1个月能赚多少钱？3000吧。3000太少了。魏十三摇了摇头，我给你算一笔账吧，拿下周边的2店铺，你的生意撑死扩充3倍，而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的生意提升10倍、几十倍，你信吗？当然相信魏老板，但小妹胆子小啊，可不要开玩笑。别担心，我魏十三还不至于谋夺你的生意，只是觉得你做的太低端了。皮肉生意能赚几个钱，穷苦百姓手里能有几个钱？山都有钱人多了去了，把这些人拉拢过来，那钱还不是滚滚而来？魏哥，人家凭什么来咱们这种小地方啊？怎么不可能呢？事在人为，只要你想，他们就能来，就看你敢不敢了。魏哥，妹妹心动了，只是我需要付出什么？你的团队需要听我的，按我的要求装修。场地我给你提供，装修也得听我的。入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3成；拿工钱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现在的收入，表现好再上调2成。魏哥，能不能给我说说你想怎么改造春月楼啊？给妹妹吃上一颗定心丸呀！那就给你说说。首先要统一清凉制服，要做到宾至如归的体验，还要高雅，绝对不要低俗，卖艺不卖身。魏十三说了很多，反正自己有黄包车行，往哪里拉人不是拉？这是一条龙服务。魏哥，我跟你干！真的敢干嘛？干！这段时间，魏十三一方面充当监工，负责环宇娱乐城第1期工程的建造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到处拉关系网，大到静海区的头脑，小到小小的各部门科长、处长，全部都有份子钱。一时间，魏十三这个名字名声鹊起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赵丹青那边则快崩溃了。魏十三，我干你了，坑我！都说1日夫妻百日恩，咱俩怎么也算夫妻？可这王八蛋是怎么对自己的？先是从陈开泰那里拉大旗扯虎皮，强硬塞了50个人进巡警局，现在又借自己的名义大张旗鼓的开娱乐城。最气人的是那500小弟也训不明白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魏十三，老娘杀了你！备车去浦江饭店。阿生刚走，赵丹青又吩咐道：春华，把我爹去年生日送我的枪拿
拿来，再拿3个弹夹。随后，赵丹青拿起袖帕擦拭掉眼角的泪痕，不施粉黛的脸上显得有些没有血色，又用粉饼扑了2下，拿出一支进口的口红，轻轻涂抹了2下。魏13，让你玩我。另外一边的魏13并不知道自己惹上大麻烦了，此时的他正在跟李家3少、黄家2少、白家大小姐谈笑风生。魏兄果然是我帝国的英才啊，居然能想出这么绝妙的想法，庆幸能搭上这班车呀！来，愚兄敬你一杯，今日占了魏兄弟的光，咱们才能有发财的机会啊！共饮，共饮。你们呀，那我也陪你们喝一杯。弟弟，我们3家总共才占了2成的股份，你手中留了6成，能留住吗？剩下的6成里还是要往外给的。具体是谁，魏13没有说，但是突然大家看到一个人，恍然间就懂了。哈哈，老弟，看来是哥哥们多虑了。白姐刚刚还说呢，你看这不说曹操就到了。黄承泽则是露出男人都懂的笑容，只着了下门口，正看到往里面走的赵丹青。他有10万员工，却从不发工资，并且每天都要工作25个小时。员工不仅不反对，反而更加卖力了。男人意外获得无限召唤小弟系统，可召唤无数小弟为其免费打工。如今身价千亿的他，却惹上了不该惹的女人。小男人，魏13，本小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背刺自己，不然老娘要你好看。白姐，好久不见，丹青啊，来挨着魏13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魏13一副深情地看着赵丹青，嘴角一歪，伸出有力的大手拉住了赵丹青的素手，柔声道：“丹青，你来了。”赵丹青也是一个戏精，强忍心里不快，露出笑容。魏13，晚上去我那一趟。哎呦，你们2人真是，回家再说好不好？今天咱们是喝酒来的。丹青啊，你可是深藏不露啊，以前可没听说过你有男人呢。白姐姐别调侃我了，真羡慕你男人呢。娱乐城还给你留着股份呢。股份？你没跟丹青说吗？魏13脸皮的厚度不一般，很是自然地说道：“没说呢，想要给丹青一个惊喜呢。”还是老弟你懂啊。魏13一把拦过赵丹青，手放在小腹上。丹青，娱乐城我给你留了股份，以后娱乐城可是咱家的产业了，你想打理吗？算你有良心，打理我可没空。几人又吃了好一阵，总算撤退了。此时房间里只剩下魏13和赵丹青2人。赵丹青快速从手包里掏出一把女士专用的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魏13。丹青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你破坏了我的计划，现在整个深都知道我赵丹青有了一个男人，叫魏13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？魏13讪笑了一声，双手轻轻的上台，然后打算上前一步。丹青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看我给你留了2成的股份啊，他们3家才占了2成，我对你够好了吧？站住，别靠近我！丹青，我真不是坑你，我是为你好，我连家底都给你了。那些兄弟可是我的挚爱亲朋啊，为了你，我都给你了。虽然咱们是交易，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，我对你不薄啊。至于你说的那些，你找我交易，不也是为了不想成为筹码吗？现在你有人，还有钱，你应该感谢我呀。别跟我提你那群兄弟，你究竟是给他们吃了什么迷魂药了？都快1个月了，他们就是不听话，每天给他们洗脑，他们天天念叨大哥的时间比吃饭都多。看着赵丹青的样子，魏13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别跟老娘嬉皮笑脸的！哎呀，魏13可不惯着，直接束缚住了赵丹青的双手。还敢跟我玩枪不？魏13，你放开老娘！1个小时后，2个人面色通红的躺在包厢沙发上，魏13喘着粗气。服了吧？不服！你这娘们不识好人心。 2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感情也是急剧升温，最起码不讨厌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大哥来之前就要见我的。凉拌，大势已去，他也没办法，除非你爹亲自出面回我，不然你担心啥？只要再给我1年的发育时间，把钱赚到手，把建筑升级几次，估计就算是赵延年都拿我没办法。我也没把握，那就赌，你还有多少钱？魏13想玩个大的，要钱干嘛？你信我不？不信你我找你来。赵丹青无语的白了眼魏13，他早就知道跟魏13是一家，甚至魏13编制出来的大网，何尝不是他一直想要的，只是方式不对而已，应该是他占主导。现在魏13成了主导，有钱的话，我建议你把钱都投进娱乐城，只要把这个经营好了，你的地位就稳固了。其实你大哥想动你也没那么容易。你要多少钱？你有多少钱？10万银元，这还是当年母亲留给我的。大世界卖了吧，最少也能卖20万吧。实际上这些钱魏13压根不会投入娱乐城，他是要赵丹青给他投名状。魏13，老娘可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投在你的身上了，如果你不能帮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30万银元就被赵丹青交到了魏13手中。除了赵丹青的30万，还有李家、黄家、白家各自出资5万，乱七八糟的加起来差不多有60-70万银元在手。娱乐城已经投入了10万了，再投资5万也差不多了。要不升级一下铁匠铺，毕竟1级是冷兵器，2级会不会出现热武器呢？目前魏13手里还剩下30万银元，一旦没有出现热武器，就功亏一篑了。干，本来也是骗来的，不，应该是拉来的投资。身为负责人，有权利支配这些财物的权利，大不了老了以后补给他们呗。系统，我要充值30万。收到，正在宿主充值30万，目前宿主可用余额32万。升级铁匠铺，恭喜宿主，铁匠铺升级成功，当前为2级，可生产各种短刃冷兵器和单兵武器。同时，宿主获得升级大礼包1份，并解锁帝国通用手枪10手枪图纸。哈哈哈，赌对了，真的赌对了。系统，打开礼包。正在为宿主打开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帝国通用步枪3正式步枪武器图纸。好家伙，居然是2种枪械的图纸。魏13发现3级铁匠铺需要
50万银币，并且生产枪械需要图纸，图纸也需要用钱买。现在直接白嫖2张。系统生产这些枪要多少钱啊？宿主生产3正式步枪，包工包料需要20元，1000发7.9口径的子弹需要40元，10手枪包工包料15元，6口径子弹包工包料1单位30银元，这么便宜？魏13嘴巴都要笑歪了。外面3正式步枪，一支黑市最少都在70元左右，兵工厂出厂价50左右，但50只能各大督军才有资格拿，自己20都能搞定，还不需要材料。子弹1000发价格也比外面便宜40元。一支步枪20元，我手里的钱能生产1000支3正步枪？不对，不能光生产步枪，不生产子弹啊！生产1000支步枪的话，1颗子弹都没有，也不行啊，所以还是得配套来，只是步枪不好出手啊。最终还是生产了200支步枪，花费了4000元，又配套子弹生产了20个单位，也就是2万发，仅花了800。随后又生产了100支手枪，这个便宜才1500。郭鑫，最近兄弟们训练的怎么样？最近训练的不错，基础打靶没什么问题了。至于大哥你提出来的什么33伞兵，这还不行，差得太远。慢慢练着，待会儿去搬几箱子弹，敞开练，必须给兄弟们练明白了。老大，上哪搬子弹啊？这些日子王副科长都有意见了，治安科子弹不多了。谁说用治安科的子弹了？去隔壁院子，记得从新开的门进去，我搞了子弹都放在那里呢。瞧好吧，大哥。宋明回来了没有？魏13对着人群喊了一声：来了，大哥。宋明，文昌街娱乐城现在建设的怎么样了？啥时候能完工啊？放心吧，大哥，一切顺利，大概再有个10天半月就可以开业。人手培训的怎么样？会所的人都培训的差不多了吧？娱乐城是大家的项目，可会所是自己的项目，自然要更上心。钱叔已经把人手培训的差不多了，等娱乐城开业，会所就可以开张。不错，宋明你继续盯着，这些日子我顾不上来头。吃的也差不多了，招呼着郭兴走去巡警局。陈叔忙着呢，朋友从国外回来带着的，味道还行，给您带了一条。你小子少忽悠我，最近的动作太大了，让陈叔都有些扛不住了。也不知道丹青怎么就看上你了，好家伙，3个9啊！你小子行事见长啊！嗨，这不是沾光吗？没有陈叔的大力提携，哪有我魏13的今天啊？说吧，你小子今天又什么事儿？你可是无事不登3宝殿的主。嘿嘿，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。听说最近市里巡警厅要换装。魏13悄咪咪的凑近了陈开泰的耳朵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这事可是糟心事儿，是要换装。本来装备都在西洋兵工厂订好了，足足有3000条好枪，还有杂七杂八的一些装备，可不知道城外军营的那群狗日的从哪里知道了，结果硬生生被磨去了2000条枪，这是人干的事儿。最气人的是，人家说了，你们一个个欺负百姓的巡警，要那么好的枪干啥？魏13会心一笑，果然跟自己得到的消息是一样的。如果我说我能给你搞一批武器，你能不能再上一层？肯定的，现在谁能搞来装备，谁就是大爷。你是说你能搞来枪？口说无凭，我打个电话。魏13拿起桌子上的手摇电话就开始摇。不行，拿着从家里带来的箱子上来一趟。他从不出门，却每天都有人排着队给他送钱，就连地方大佬都愿意做他的靠山。原来男人意外获得无限召唤小弟系统，可召唤无限小弟为他干活，而如今的他已经坐拥10万小弟，地方大佬也跟他做起了生意。好枪，绝对的精品。说，你再看看那把10手枪，好东西，你从哪里搞来的？有多少？魏13笑盈盈的伸出了2根手指。不错，能搞到20支这种品质的3正步枪，算是横财了。这把手枪不错，我拿着了。魏13无语的看着陈开泰，笑道：您这么大的一个局长，还贪图我这一把枪呀？切，我这局长算个啥？这20支别入库了，直接放到你刚成立的第3大队吧，我就当不知道这事儿。你这3瓜俩嫂的也解决不了问题。魏13有些意外，没想到陈开泰真把他放心上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支持一下陈开泰。说，我的意思可不是20支。说完，似笑非笑的看着陈开泰。什么？难道是200支？又猜错了。顿时，陈开泰两眼放光，露出震惊。你别说是2000，没错，2000，全部都是精品级别的，子弹和配件另算。13啊，你可不能骗叔啊！魏13对着郭兴努嘴，郭兴马上去办公室外守着。不光步枪，还有500支手枪，配套子弹20万发，背带什么的。陈开泰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刺激，坐在椅子上，点上一根烟，对着魏13摆摆手。等等再说，我缓缓。魏13，你给我说实话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？如果来路不正，我可以做主帮你按照价值转卖到军中，你说我还是有点关系的。陈叔怎么可能来路不正呢？来路没问题，不过我也给叔交个实底，这些东西不是来自国内的几家工厂。说信你，陈叔你放心，我保证我留着的还是华夏的血液，这些装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说完，目光炯炯地看着陈开泰。如果不信，魏13不介意让陈开泰闭嘴。现在的实力要是被传扬出去，就是灭顶之灾。这句话说的对叔的心思了，叔也相信你。既然来路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去厅里。不过这事还需要好好谋划一下。这批装备我给你个地址，你运过去，然后让你的第3大队找个名头给我守着。以后这批装备跟你没关系了，你懂吗？听到陈开泰的话，魏13心里开心了，同时也感动了一小下。就是这批装备，魏13不再插手，只是他陈开泰想办法搞来的货，魏13只管收钱就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个价钱上还有那些配件什么的，叔你可得记着要钱啊。放心，不会让你吃亏。回去之后，魏13又加班加点的生产枪械去了，步枪又生产了2000支，又花了不少，子弹也凑够了20万的数字，手枪500支，配套子弹10万发，林林总总，魏13又花了5万多银元，手里真是见底了。一不小心就把公款给挪用的差不多了呀，娱乐城的公款还剩下3万左右了。趁着夜色，魏13带着小弟，让郭兴带着一票蓝色小弟和第3大队的兄弟们把东西运到了陈开泰给的地址上。马武、胡六、张龙、赵虎，你们几个轮流看守。好的，大哥。感觉人手还是不够用啊，这波搞完
再召唤一些小弟。2天后，陈开泰红光满面的递给了魏131箱子钱。好家伙，足足有7、8大姻缘啊！看来陈叔要更进一步了呀。看看钱吧，这批东西不错，厅长卖了大力气了。精品的3部正枪给的60元，10手枪则给的120元，至于背带啥的给你算了2000元，还有子弹，总共30万发子弹，2万4。不过厅长高兴，直接给凑了整数3万。魏13听着陈开泰报账，心中算了一笔账。一般3正式步枪出厂价50元，给60，确实不错了。手枪价格也高于市场价，总共应该卖了21万，箱子里刚好是7万银元，对上了。魏13越想越兴奋，成本也就5万左右，这笔赚了16万，军火果然是暴利啊！说这是你的那份不多，不过你也得体谅一下侄子，毕竟这批东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有这个心就行了，说起来吧，说得到的也不少，钱就不要了。还有你那渠道啊，以后能不用就不用，小心获释。好的，说系统召唤300小弟。收到，正在为宿主进行30点抽。瞬间，魏13面前又多了300小弟，至此差不多拥有1300名忠心的小弟。这300小弟是为了娱乐城招募的，黄包车也得提一起啊！系统生产150辆高档黄包车。魏13搞完这些，回到了小院子，刚进门，宋宁月就小跑的钻入怀中。魏哥，赵小姐又给你打电话呢，说你再不去找她，她就怎么样啊？他就把你割掉，天生的劳碌命啊！顾爷，您可算是来了，再不来亲姐就要杀人了。多大点事儿，顾花。阿生低眉顺眼的跟着，说着这几天督军府的变故，还有那来自于西南2省督军公子的压力。看来这几天赵丹青也不好过呀，不然也不会这么急着找自己。卢天生现在住在哪？卢天生就是西南2省督军的公子，一直追求赵丹青，在浦江饭店包了一层。好家伙，有钱啊！随即就亚麻呆住了。堂堂4小姐就住这里。屋内陈设非常简单，一张床，一个梳妆台，还有一些简单到极致的家具。不住这还能住哪里？你的钱呢？不都给你了吗？大世界卖了，家中的东西也一起打包卖了，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魏13心头一酸，走到赵丹青的背后，顺势把手放在了赵丹青的肩膀上。你还真的信任我，就不怕我不来？你要是不来，今天我就去见卢天生，以后我就是卢太太。不过我运气不错，你来了。你敢？魏13态度强硬了起来，抓着赵丹青肩膀的力气更大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来的，做我的女人吧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就行了。不过我马上要去跟卢天生相亲了。我的女人可不能随意的交给别人。魏13语气很轻松，走，咱们去会一会卢公子，身都不是西南，他还能派大军灭我吗？你认真的？当然是认真的，这还有假？走吧。你真想好了吗？走吧，你男人的实力可不是表面上的这一点。刚进门，一个身穿黑色风衣、戴着礼帽的男子走上前问道：“可是赵四小姐？”“正是，卢公子在哪？”“3楼凤鸣阁。”直到包厢门口才被拦了下来。 2位在这里等吧。大哥，无事，堂堂卢公子可不是鸡鸣狗盗之辈，下作的事情是不会做的。哈哈，传言中的篱笆还有这样的见识啊！放心吧，本公子还不屑于下黑手于一个小小的篱笆。卢公子，今日前来我是来跟卢公子说声对不起，丹青已经名花有主了，所以相亲一事还请卢公子担待。魏13也没兜圈子，这点事儿还是早点说清楚好。听说申都出了个魏13，是个妙人，没想到果然可以。但你魏13凭什么让我卢天生给你这个面子？我观卢公子并不是不讲理的人。卢公子划下个道来，我接着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如何？我什么身份？你什么地位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再说了，钱我不缺，人我有，地盘坐拥2省，你说说你能给我什么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算是赵老大在这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。卢天生，这里是我赵家的申都，不是你的西南。魏13是我的男人，会说话就好好说话，不会说你就闭嘴。想要我嫁给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谈的，你要是不想谈，今天就当我们没来过。走，魏13。魏13今天没有动，他今天可不是来吹牛的。申都是赵家的，但不是你赵丹青的，你能调动多少人？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算是赵老大，能调动多少人？好，卢公子果然是霸气侧漏啊！魏13突然拍起巴掌，本来今天是想跟卢公子谈一谈的，没想到卢公子这么不给面子。那好吧，卢公子，请打开窗户。怎么，你还想吓我啊？带着疑惑，卢天生轻轻地推开窗户，顿时震惊了。只见下面的街道里密密麻麻地站着不下于上千人，个个全副武装，手持长枪。男人一挥手便能召唤出无限小弟，如今坐拥10万小弟的他却称霸上海滩。当他正高兴的时候，却遇上了麻烦。赵丹青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是想西南跟申都开战吗？你做的这些事情，你大哥、你父亲知道吗？我父亲大哥不知道，不过反正我也被逼到死角了，大不了咱们一块死。外滩码头我都准备好了出海的船了，干掉了你，我跟情郎远走高飞。卢天生瞳孔急剧收缩，心中悔恨，真他妈的碰到愣头青了。他卢公子的大好前程，万万不可葬送在这里。卢公子，我们夫妻2个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卢公子势大，督军府又一直先逼，只能出此下策了。说实在的，其实我对卢公子很佩服的，以后咱们黄泉路上再饮一杯吧。魏兄，咱们还能谈？不就是女人吗？不瞒魏兄，我在西南也有喜欢的人，这次来相亲也是被逼迫了，只是完成任务。此外，今日跟魏兄我是一见如故啊。故人言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，怎么能因为一女人伤了我2人的缘分？我马上通电报社，就说我卢天生自愿放弃对赵四小姐的追求，并与魏兄结成兄弟，你看如何？我也想成为卢公子的兄弟啊，只是我身份低微，只是一个第8出身，恐怕要错过这个缘分了。人呢？
人都死哪去了？外面听到叫唤，进来了一个人。公子，记住以后这就是我兄弟，赶紧去通电，我爹还有报社向公众宣布我结义兄弟魏13，同时正式告诉赵家，就说魏13是我兄弟，而丹青是我弟妹。这场相亲作罢，谁要离间我们兄弟感情，我卢天生绝对不干。好的，卢少爷。手下懵懵懂懂的出去了。为了庆贺咱们成为结义兄弟，干了这杯。一来二去之后，魏13借着酒意，半真半假的哭诉道：“大哥，你真是我的好大哥，大哥对我这么好，兄弟也不能白白的让大哥看中。”不知道大哥缺不缺这个？魏13用手比划了一下，兄弟缺肯定是缺，不过兄弟的心意大哥领了。三瓜俩枣的大哥还不在意。此时的包厢只剩下他们2个人，赵丹青早就出去了，实在看不下2人虚伪的表演。兄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东西都在那摆着。大哥要是不信，跟我去看看，这可是老弟我好不容易才找来的渠道，大哥千万要保密。就这一批，原本是想给我那老丈人汤喝里的，不过今天跟大哥一见如故，先紧着大哥了。魏13呵呵一笑，兄弟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真兄弟。魏13直接带着卢天生去了自家大院，看到成品的时候，卢天生两眼放光。兄弟，你开个价吧，我也不还价。73正式全部都是这个品质，我只要71只，总共8000只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只是你能吃下吗？必须吃得下。好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要尽快，晚上就上码头。运输我不管，你安排。还有手枪，3000支，品质跟步枪一样，差了算我的。行，我都要了。此时的魏13心里都快乐出花了。总成本也就20万，能卖95万，净利润高达70万，真是暴利啊！一直到凌晨2点，卢天生才提了一个箱子放到魏13面前。大哥，后会有期。卢天生望着魏13离去的背影，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。一个山羊胡子中年男人试探性问道：“公子，要不要派人做掉他？”你蠢还是我蠢啊？没看到今天那个魏13能封锁一个区吗？百姓那么配合他，你觉得他是等闲之辈？赶紧滚！另外一边的魏13拿着钱，在小弟的护送下准备出码头的，突然听到脚盆机的声音。你们的这群八嘎，侥幸侥幸，弄坏了市场的东西，rob了你们。这批货是给市场最好的礼物，以后还有需要的话，叫的还可以串联提供货物。别说那群你了一小们，如今日子可不好过呢。你的大大的良民。是的，小野娟，好一个卖国贼啊！作为国人，怎么能看到瑰宝流出海外呢？魏13拳头紧握，对着郭兴说道：“派几个兄弟过去摸摸底，看看是谁的船，运的什么货物，不用开车灯，咱们这里等。”不到20分钟的时间，郭兴过来了，脸上很气愤。大哥是搅盆机的人，交易的是一些书册，还有一些古画。周围看守严不严？应该不是第一次做了，他们基本的暗哨都没有做。魏13冷冽的脸在月光下被照得发白，估计也是气的。去，悄悄的派人给我把东西抢回来，交易的人全部沉入江中，那些立功让他们赶紧滚蛋。对了，注意掩饰一下身份，戴着面巾。知道了，大哥，瞧好啊。翌日，从宋家2姐妹的被窝出来之后，就看到郭兴、马武在门口百无聊赖的靠着矮墙打着哈欠。大哥，去办公室说说昨晚上的收获。大哥，查清楚了，昨晚上交易的双方分别是搅盆机和一些皇族的遗老遗少的代理人，只是没有大哥的吩咐，我们只是记下了都有谁，并没有深挖。说结果，搅盆机的人包括商船上的有20多人，全部抓住沉江了，有些许反抗，闹出了点动静。至于皇族一方的代理人，同样的下场，总共从仓库、船上搜到了300多件古玩字画，不过兄弟们不咋认识，反正都带回来了。还可以吧，东西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有时间我找个人看看，一点动静是多大。马武嘿嘿一笑，发黄的牙都露出来了。也没多大，就是我弄了点炸药，把那艘搅盆机的商船给炸了。害怕魏13说他，赶紧又补充道：“不过我这也是为了扫除踪迹，打扫战场，不然被发现了麻烦。这叫一点小动静，不过手脚干净就行，反正金海区是我们的地盘。”转眼半个月时光一扫而过，娱乐城明日便要开业了。魏13与一众人吃酒之后，来到了他自己开的会所里，做着最后的检查。会所可是我自己的产业啊，必须上点线。走进会所，魏13看着眼前花花绿绿、花花草草，一个个身着旗袍或者穿着定制的制服，进行最后的检查，莺莺燕燕，好不快活。老板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暂时先这样吧。明天开业可是重头戏，吩咐下去都打起精神来，表现好了，赏钱不要吝啬。放心吧，老板，这样的生活真舒服啊。大哥，有正事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魏13坐在椅子上，享受着钱叔的按摩。这些日子总有人打探那天的事儿，刚刚咱们放回去的力巴又被人拉去问话了。这次又是什么人？这些人还真是顽固不化呀，这半个月就没消停啊。大哥，这回来者不善呀，不同于之前的小打小闹，这次是江湖人称顾四爷的在查这件事。又冒出一个顾四爷，可以啊，这群遗老遗少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，已经不是他们的时代了，还不自知，谁打探的？监控起来。已经办了，金海区现在是咱们兄弟的天下，一只黄狗进来都得纷纷公布。呵呵。可是天产舞台戏院的顾四爷，小嫂子，你也知道这个人？听过，此人与金九爷并称江北大亨，据说徒子徒孙1万多人呢。1万多只是名号，真正能召集的也就700-800人，更何况我可是巡警局副局长，怎么能弱了他？话说陈开太高升了，顺水推舟的把魏13推到了副局长的位置，空降了一位新的局长。大哥，要不要我带兄弟们警告他一下，顺带把这些遗老遗少一锅端了？咱们现在可是保育，何必与瓦官对碰呢？派人去警告一下，要是识相的话，顾四他知道怎么办；如果不识相，咱们再想办法嘛。与帮会打打杀杀的是最底层的。马武走后，钱叔也下去了。魏13见了一个普通到极致的人。大哥，情报站的人都完成转职了吧？
吧？完成了，大哥是有活了。收集一下这个故事的各种情报，我有用，最好是犯罪证据。巡警局副局长搜集坏人的犯罪证据，多么正义的事儿啊！收到，大哥。好家伙，不愧是唯一的粉色人才啊！ 4日，娱乐城风风光光的开业了，静海区很多大人物全来拜贺了。同时，魏13收到了顾四爷的拜帖，威逼利诱之下收服了顾四。差不多了，万和车行也该正式准备出静海区了。顾四，浪漫国租界里还有几股车霸的势力。回老板的话，我算一股，还有2股，一股是我老头子的，另外一股是杜爷徒弟裘万胜的势力。老板，按照现在的制度，不也很好吗？反正咱们的利益也没受损，一山不容二虎。魏13冷哼一声，随即叫来了赵开。大哥，那些少棍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有派谁带队商量完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少棍都是包配，在车管里，保证兄弟们要是有需要，第一时间就能拿出来，全都跟咱们万和最开始的那一批一样。告诉咱们手下的外围车夫们，如果那2股势力没有过激反应就算了，如果敢有，就往死里打，打残废我都着。 一介匹夫带着上万小弟围攻绞盆机，只因绞盆机想带走龙的瑰宝，却也迎来了绞盆机的疯狂报复。大哥，查清楚了，绞盆机要在航城重启交易。这群走狗，龙的瑰宝就是因为这些人才流失海外的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魏13原本还在琢磨怎么搞钱，准备吞并其余2股车夫势力的，谁知道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上次交易失败的绞盆机又要重启交易。航城也不远，我亲自带人去会会这些人，让郭兴去挑人，把最近训练出色的兄弟都带过去见见血，还有让城外的兄弟们现行出发。至于怎么去，迅雷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安排一下。魏13直接给赵丹青打了一个电话，要了15辆军车，随后也在50多个兄弟的护送之下，坐上了前往航城的火车。人都安排好了，张龙早就带着人监控上他们了。这次一老一少的动静不小啊！张龙说最少有50个好手，都带着枪呢。 50个，咱们还有500兄弟呢，干就完了。大哥，绞盆机那也出动了至少50人，看来今晚很热闹，应该不止交易这么简单。当然不是交易这么简单了，今晚上可是有大事发生啊！让你带着那些照相机啥的都准备好了吗？如果真的只是交易文物的事儿，何必带这么多人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一老一少要跟绞盆机密谋大事。军人，看来自己猜测的没错。大概2个小时后，魏13见时机成熟了，端起一把带着瞄准镜的3正式步枪，对着之前发现的护卫头领面准。这一声好像打开了杀戮的序章，电子带来的护卫头领被击中，瞬间陷入了混乱。红侍卫被击中了，有埋伏，快带着王爷撤，赶快上船，绞盆机有埋伏。正在谈判桌前签字画押完的绞盆机和对面的人互相对视一眼。小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宣野长之社长，本王还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。双方剑拔弩张，两方手下枪口对准了对方。小王爷，难道不是你的人放的枪？我堂堂帝国王爷不屑于用这种手段。再说了，今天我是来促成谈判的，放枪干什么？莫不是你们走了风手？萧王爷脸色难看，今天协议放出去，必将引起轩然大波。小王爷，我何必呢？两人争执之间，手下跑了进来。王爷，快走，有埋伏，绞盆机不可信。绞盆机的人也慌忙的禀告：社长，有埋伏，快下船护着萧王爷！一群该死的奴才，一点小事儿都办不好，还不快撤！魏13也看到了正在往外逃窜准备上救生小船的那群人，知道那里应该就是正主了，发了一记信号弹。上岸。不到20分钟，用着优势火力的魏13就把这群人消灭在了岸边，只剩下轩野长之带着几个人负隅顽抗。社长，随着魏13等人的不断围堵，终于捉到了逃跑的萧王爷和昏迷的轩野长之。郭兴搜查到了一份文书，盖着帝国皇室的盖章和绞盆机皇室的盖章。打扫战场，捕到那些没死的。你是谁？我是帝国的王爷，你们是要造反吗？哈！魏13懒得搭理这种前倨后恭的人，摆摆手，直接给萧王爷。现在会说人话了没有？好汉饶命！我有钱啊！这些都是你签署的文件。我是受到皇帝的指派啊，我是冤枉的。行，是你签的就行。魏13点点头。郭兴让他举好了，跪在地上。还有那位也一样，拍照片，再让他写认罪书，来龙去脉写清楚。不多时，一沓各个角度的照片和认罪书的照片，还有文件的照片，以及原始文件被魏13收起来了。其实魏13还可以拿这些人做文章的，但是没啥意思，还不如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公之于众呢。翌日，魏13就回到深都去了。萧王也跟绞盆机的肮脏事情也被曝光了出来，一时之间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与此同时，另外2股拉车势力也忍不住了，直接跟万和车行干起来，一时之间抓了不少人进去。人都抓回来了吗？老板，基本上都抓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？要复仇吗？让子弹飞一回。魏13笑了，复仇那是低级帮派干的，他可是商人。不到2个小时，顾四又回来了。还是老板有智慧啊！按照咱们的条件，裘万胜和东照已经服软了，另外一个人30银元，咱们抓了700多人，这下子可算是发财了。好，东照和万胜2个车行以后是不是不在租界混了？料事如神啊，老板，确实他们已经没脸在这混了，以后浪漫租界的车行生意都是咱们的了。不是你的。老板，你这是你打下来的江山，自然是你做。至于万和分部，你和胡六自己看着安排，每个月给总部送够了分成就行。恭喜你，顾老板。老板，您没开玩笑？当然没开玩笑。想让马儿跑，就得给马儿吃草，只有利益才能彻底的让人们紧紧的绑在一起。系统
招募小弟，正在为宿主招募小弟，也不知道招募了多少次了。在招募到5000的时候，魏13眼前一亮，恭喜宿主招募的粉色小弟。老大，杨康前来奔赴。兄弟，你武器掌握的怎么样？老大，我武器专精程度跟兵王差不多，并且还精通训练士兵、带领士兵的能力。好啊，好，捡到宝了。魏13大喜，这可是媲美徐迅雷的存在。原本还担心解锁训练场没人管，这下好了，来人了。系统继续召唤小弟。在第8000次的时候，又一个粉色小弟出来了。老大，小弟吴连擅长后勤，巧舌如簧，前来奔赴。魏13来不及打招呼，依然在不停的招募，一直到1万的时候才停下。只剩下17万的余额了，真费钱啊！郭鑫，走去城外。大哥，突然来了这么多兄弟，咱们的钱粮草不够花啊，还有房子啥的都不够。这样，这是交给吴林，你去解决。以后你们3个都是负责人了。杨康负责日常训练，张龙纵览全局，吴林负责后勤。现在基地还有多少钱？还有不到2万银元。就在魏13犯愁的时候，吴林开枪了。大哥，这些人没必要都在这，派一部分出去，化零为整的进入各个商会、商行或者帮会啥的，一是减轻咱的负担，二是可以借机生弹，以后也能派上用场。大哥您说呢？我原则上同意，你看着办。新来的人才就是好用。安排好一切之后，魏13喊道：系统建造训练场。正在为宿主建造训练场，1级训练场建造完成，可提高小弟转职速度；2级可转职汽车兵、炮兵。军阀之路算是开启了第一步了。这个训练场真厉害啊！普通一个合格士兵需要10个月训练时间，在这个训练场可以提速1/5，再加上杨康的训练加成，未来可期啊！还有16万银元，升级训练场肯定不够，那就搞搞装备吧。魏13回到了万和大院，冲进了铁匠铺所在的院子。系统，我可以购买什么武器图纸啊？宿主可购买军用水壶图纸、自定义制式服装图纸、工兵铲图纸、军用压缩粮食图纸。都买了。这一天太刺激了，好在结果也是喜人的。搞完这些，已经晚上10点多了。魏13抱着宋家姐妹睡着了。我爹要见你，今天晚上。你爹见我？没开玩笑吧？之前赵延年可都是没承认他这个女婿的，怎么会突然要见自己？魏13感到不解。是我爹要见你，今天早上府里来人通知的我。我爹这是啥意思啊？哎呀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就是见你爹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傍晚6点左右，魏13跟赵丹青乘坐着小汽车前往了军府。爹哥，还有几位姨娘好。魏13也随着赵丹青的叫法，只是没有叫爹，而是叫的伯父。你就是魏13吧？最近没少听丹青说起你来。伯父，客气了，小子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罢了，哪里能让伯父挂念？文才，你们也入座，今天跟你们妹夫喝几杯。赵督军这是承认了魏13这个女婿的身份了。魏13有些摸不到头脑。妹夫，我敬你一杯。之前我还担心卢天生与你为难呢，没想到居然跟你结拜了。魏13赶忙也举起酒杯，这也算是大舅哥，该给点面子的。外面都在传言魏13跟赵家大公子之间不和睦，但是明面上两人谁也没有表现出来。看来这场宴会注定没那么简单啊！妹夫，能否帮哥把回力球场给灭了？赵文才终于忍不住了，酒过3巡之后开枪道：姐夫何出此言？这个回力球场号称远东最大的赌窟和烟土集散地，跟你的娱乐城差不多，现在已经成为贻害了。大哥，你可真看得起妹夫啊！娱乐城只是小打小闹，哪里能跟鼎鼎大名的回力球场相比啊？再说了，我们娱乐城可是素的，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没有，赌场有咱正规的牌照，烟馆更是一家都没有，就知道这场宴席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到处都暗藏杀机。哈哈哈，妹夫还是客气了啊！听说现在租借车行买卖已经被你垄断了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谈不上垄断，只是有几分薄面罢了。魏13呵呵一笑：姐夫，咱们兄弟还是有话直说吧。最近有情报传来，颐和码头、浪漫国和那个回力球场的漂亮国的经理人正好有一批货要上岸，大哥想请你把这批货结了。大哥，你也太看得起妹夫了，那可是外国人的货呀，结了他还不掀起来轩然大波呀？魏13觉得好像是个坑，不然堂堂赵家大公子直接出面搞他就完了，何必找自己呢？放心，大哥还不至于坑人的，只是有些事我不方便出面，毕竟我们出面的话影响太大了，你出面最合适。放心，只要你把这批货结了，大哥力挺你。这是什么货物？为何赵家大公子如此上心呢？妹夫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没必要瞒你，烟土全部都是烟土，这些烟土足价值上百万银元，一旦让这些烟土流入深都，要祸害多少家庭啊！大哥没办法出面，所以才想到了你。大哥姿势体大呀。妹夫，你需要什么一律支持，什么条件随便提。大哥，我手下兄弟不少，我得保证到时候不被清算。魏13心里盘算着，实际上这种事就算是赵文才不找自己，没准自己也会正义感爆棚，然后结了狗日的。现在赵文才能给些好处，自然是好的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大哥肯定能保住你兄弟的。我想要个编制。魏13摇摇头，性命放在谁的手里也不放心，只有在自己的手中才是最放心的。妹夫，你现在不是有了编制了吗？巡警局的副局长啊，我可是听说你这个局长很潇洒呢。这是我的，一个巡警局的副局长，护不住我的兄弟，我要个部队的编制，钱粮你们可以给一半，剩下我自筹，但武器必须给足了。哈哈哈，妹夫，正规军的编制那是有数的，都是国府议会规定好的，大哥可没办法给你搞到，不过可以给你一个保安团的编制，如何？保安团的规模就算1万人吧，我给你提供500人的钱粮，大哥算是有诚意了吧？装备呢？魏13笑了，知道成了。赵丹青此时拉拉魏13的袖子，觉得差不多见好就收吧。妹夫啊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装备你真的需要我给准备吗？当然了，这是咱深都的保安团，自然是需要深都来供养了。都说你为老板不吃亏，现在大哥
可是真的见识到了。这样吧，连带钱粮、装备，我给你4万银元，东西你自筹，以后申都也不会给你发饷银。你要是接受，咱们就干；如果不行，今天就算是咱们兄弟间叙旧了。4万元不少了。魏13心里盘算着，正好余额见底了，这次能捞点好处最好。实际上，就算赵文才啥都不给，只要给他编制，他就干。这可是把小基地的人明面化的一个机会啊！大哥说的这是哪里的话？你我兄弟间就算是啥也不给，我也为大哥马首是瞻呢。4万就4万，只是咱得有个驻地不是？大哥，您看划在哪？川沙镇吧，那还有个横沙岛呢，足够你这1000兄弟干完活隐姓埋名了。3位哥哥，我敬你们。魏13大喜，东西什么时候到？我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的。这里面就是情报。魏13点头收下。在10点多的时候，魏13跟赵丹青从督军府出来，去了500米之外的赵丹青的院子。跟上次空荡荡的院子不同，这些天赵丹青和魏13把东西都给添置回来了。新买的大床上，两人相拥而眠。魏哥，你确定你要管大哥那摊子烂事儿？怎么是烂事儿了？我不信你不知道，我大哥绝对没有他说的那么的光明正大的，这里面准有咱们不知道的事儿。魏13搂着赵丹青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不管他什么目的，我达到了目的就行了。再说了，那些烟土确实害人啊，有时候做事得算计，但有的时候啊，明知不可为也得上。更何况，如今我魏13也不是谁都可以动得了的。”赵丹青伏在魏13的胸膛，神色复杂。这个男人貌似越来越看不透了。第2日，赵文才的副官早早就来了。姑爷，这是任命文书和驻扎文件，您收好。魏13笑着接过来，看着上面，果然有着一行字：兹任命川沙镇保安民团。这位兄弟没吃早饭吧？郭兴，去带着这位兄弟吃点好的。不用了，姑爷，我还要回去复命。就在这吃吧，还差这一会儿了。好，听四小姐的。魏13美滋滋地看着任命文书，另一个盒子里还有一张4万元的汇票，凭票可以去银行兑换。吃完早饭就带着郭兴去提款了，随后就去了小基地那里。川沙镇距离小基地也不远，之所以建造小基地是车行大院压根住不下那么多人，也不方便训练。张龙，去打个铁的牌子，就放在门口，写川沙保安团驻地几个大字，这下算是彻底走上台前了。等自己真的训练出一支精兵的时候，那才叫震撼呢。谁说保安团就不能打仗了？张龙小跑着去办事了，又去训练场看了杨康训练的队伍。好家伙，这才多久啊？这群小弟们居然有点样子了。好好的，来年哥给你娶个嫂子。好喽，大哥，以后保安团还得扩编啊，最少也得有5000人，这才算是有底气。不过也不能一直用系统招募小弟，一个小弟100元，太贵了。在外面100元能招太多人了。仗着有训练场的加持，只要把钱粮给足了，招本土人才是最合算的想法。现在就算不给军饷，只要说管吃住，就能有一大票人来。吴林，这事交给你了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瞧瞧这个，今年上好的茶，可是好不容易才搞来的。魏13看着顾4的小生活，别说他都羡慕了。顾4啊，今天过来，我是有点事儿问问你。老板，您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就是了。顾4的一切都是老板给的，上刀山下火海，顾4在所不辞。咱们是合作伙伴，你可别把自己的姿态放得这么低啊。老板，我就您的马仔，以后可不能说这种什么合作伙伴的事儿了。哈哈哈，好，看来葫芦的课你是没白听啊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租界的烟官有多少，你清楚吗？还有背后都是谁？老板，您要动这些烟官？静海区在魏13的掌管下，烟官都快绝迹了，尤其是那日进斗金的娱乐城，一家烟官都没有。问你，你就说。我了解。租界的有3家数得上号的，一是杜爷的，二是张啸林的，第3就是租界现任巡捕房总巡捕，也就是我老头子的。当然回力球城搞得最好，他们在里面都有股份，不过这只是明面上的，实际上3家馆子的持股人都是他们这些人，只是明面上换了个人，背后租界的总办和工董局的人都有牵扯。之前我也牵扯不少，前段时间股份全退了。此时的魏13陷入沉思。张啸林，那是和你齐名江北大亨的张啸林吗？老板说笑了，我们算什么大亨啊？不过是走狗罢了。杜爷，张啸林热衷于这个，全神都有70%的烟土是他们2个搞来的，其余的都是租界的那些外国人搞来的。比如租界有个叫法拉第的人，是费沃利的白手套，据说期间后他们还有一批货要到呢，这批货值老鼻子钱了。终于魏13打探到了自己需要的消息。就这个7天后交易说一说，你是从哪听来的？从老头子那里得到的消息。前2天老头子还骂呢，说费沃利吃独食，这次的货居然没通过他和杜爷他们，而是自己从浪漫国的殖民地搞来的，就连运送都是从绅士国请来的红虾兵。看来这是跟从赵文才那得来的消息差不多呀，这事儿果然不简单。费沃利这个人你了解吗？都是老头子他们联系的，我层次不够。魏13敲打着桌面，大概率是猜对了，只是费沃利为何如此不智呢？从顾4这里出去，魏13去了一家茶馆，随后来到了2楼。大哥，怎么了？租界的费沃利上尉的情报你有吗？把所有收集来的情报都送上来。魏13喝完茶就走了，回到了万和大院，直到深夜，乔装打扮的徐迅雷上了门。大哥，这就是所有的情报，咱们情报部门成立的比较晚，有些情报不好整，这里面大多数都是买来的。魏13点点头，搞情报的买情报太正常了，深度最不缺的就是情报贩子。先别走，我看看这份情报从哪买的。浪漫国租界的总办助理足足花了2000，维系好这层关系，别怕花钱。好的，大哥。徐迅雷离开后，魏13眉头紧皱，呵呵，真有意思啊，这是想把我当枪使唤呢。这个费沃利年底要调离租界，去东印那边当经理去了，这是想捞一笔快钱。赵文才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自己，这应该就是这
群人想截获的原因。我可不是省油的灯。说着，魏十三拿起办公桌上的手摇电话拨了出去。他从不混社会，却有10万名小弟追随，无数美女主动投怀送抱。只因他激活了无限召唤小弟系统，可随意召唤任意小弟，就连2省军阀也客客气气跟其谈论生意。大哥呀，我是魏13呐，最近还好吗？二弟啊，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啊？难道是你来西南了？你要是来西南，那我肯定要给二弟一个惊喜啊！魏13假装没听出来卢天生话里有话，爽朗的笑道：西南小弟倒是没想去，只是想邀请大哥来一趟深都，有大买卖。大买卖？什么买卖啊？要是小了，可不值得我走一趟啊！魏13呵呵的笑道：当然不会小了，上百万的买卖，大哥能吃下吗？魏13明显听到了对面有一道什么碎了的声音，随后就听到了卢天生嘶哈的声音：我的杨之玉手把剑啊！怎么样，大哥有想法没有？有，太有了！2天后，魏13的万和大院，卢天生神色不断的变化，最后下定决心干。果然不愧是大哥，就是有魄力。不过我有个要求，这批货不能出现在国内，如果出现在国内，可别怪小弟记仇啊！真以为我是纨绔子弟啊？放心，这点良心大哥还是有的。正好我家有去绞盆机的商船，我亲自带着铁甲舰护送。不过你真的只要1/3的钱？自然，咱们是结拜的兄弟，你赚钱就是我赚钱，毕竟风险都在大哥那呢。魏13笑了笑，这批货成本在100万，稍微倒手就是3倍的利润，也就是最多能到手300-400万。之所以不要那么多，是因为承担的风险太多了，没必要。好，二弟敞亮，大哥绝对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那就要看大哥什么时候准备好了，我这里随时都可以出发，咱们最好早做准备。我这里能出2000人，保证信得过，船就得大哥准备了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漆黑的海平面上，一辆载货足足10几吨的货轮正在海面上徜徉着。船舱里，一身红色军服的络腮胡子大汉正喝着啤酒，吃着牛排。哎，Luan，你我下不就是一起讲当的会上人物吗？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你第一次来这里，完全不知道咱们现实我对这下子住的为什么呀？长官，我觉得该有的金价还是要有的，我这就是去安排一下。慢着，回来，哎，Luan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咱们这可不是军将，而是生存啊，就算金价有怎么样呢？白费功夫。那按照长官的道理，我们就什么也不做。该做的还是要做的，真要是遇到危险，有敌人，咱们就绕得快点，没准儿也能活。长官话音刚落，就听到有人高呼：弟媳，难道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？长官看了眼镜子里的自己，叹气道：主要还是他从镜子反射看到了2艘铁架战舰正明晃晃地对着他们。紧接着，小跑到了船长室。叽里咕噜，这里是大绅士的国的神船，你们是哪部分的？我们即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只听见对面铁甲舰的扩音器里传来爽朗一笑：去嫩娘的，说人话！我们是海上正义使者，有人举报你们携带危险物品前来检查，现在请你们放下武器，停下船只，排队站在甲板上，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停船，否则我们将采取解决措施，好轰你们。2艘铁甲战舰要是真的轰起来，估计也就是2轮就能让自己的这个小商船彻底的完犊子。长官，怎么办？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马上就去燃烧，停船，放下武器，都站在甲板上去。看着艾伦不甘心的样子，长官安慰道：活下去才是最为重要的，只要咱们活着回到深度，清澈外交会，一切损失都会回来的。大概有70多个红虾兵，剩下的都是水手和一些船上的服务人员，齐整整地站在了甲板上。半个小时后，充当苦力的红虾兵心不甘情不愿地搬运着他们的运输物资。赵兄弟，妥了。所有人排成一队，搞定他们。我操，你们不讲规矩，货物你们可以拿走，但是你们必须放我回去。你们不能说我们啊，我们是绅士国的士兵，有正规的军纪，你们难道想挑起来2国的战争吗？啊，女王在上，您的你们是要你呢。枪响后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卢公子，咱们直接去绞盆机吗？没错，直接走。不过咱们要在西南换船。行，这些人的尸体咱们怎么处理？离开这片海域，找个水深的地方或者小岛啥的安排了吧。卢天生带着赵虎等人出国了。深都，魏13正排兵布阵，声势浩大的在静海区的颐和码头搞事情，就差告诉所有人，今天我魏老板要办事，所有人给我退后。派遣了450人在街边巡逻，今晚凡是从码头下来的船只，一个都别想跑。魏13说道，这可让颐和码头热闹起来了，一队队的小弟在码头上检查靠岸的船只。五哥，这是怎么说的？魏哥有活动。二牛跟魏13是老相识了，凭借着跟魏13的关系，如今也算是混出头了，在码头这一片说话也好使。对，今天让你的兄弟们多安稳点，魏哥有大事要办。魏13正在车上坐着呢，就看到马五小跑了过来。大哥，跑了。可以，干得不错。大哥，咱们真的要搞这个理查商行的货轮？凭什么不搞？记住，除了咱们兄弟，谁也不能知道理查商行这几个字。我们查的是回力球场法拉第的货，跟理查商行有什么关系？好嘞，大哥，老子天天培养你，把你身上那些坏习惯收一收。大哥，我难受啊。忍着。马五无奈的点头下去安排了。魏13看着一望无垠的星空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多特么的想坑我，那咱们就看着谁坑谁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卢天生和赵虎那边应该早就把费沃利回力球场的货结了，是时候该自己大显身手了。早在得到情报的时候，魏13惊喜的发现，在同一时间，居然还有一批从棒子来的货。这些货巧了，到货时辰和沃费利的船到货
时间差不多，于是魏13起了心思，只是不知道这个理查商行的货轮拉的什么货呀？不管了，反正自己背后有人当靠山，那就靠他。时间1分1秒的度过，直到一声轰鸣的汽笛声，魏13神情一震，看着不远处准备靠岸的大货轮，念叨了一声：“来了。”局长，听说那回力球场的背景不简单，咱们真的要劫吗？老黄就是以前魏13治安科的手下，如今也升职了。怎么害怕了？这里是深都，我赵家的地盘，我奉的是赵家大少爷的命令，谁敢违抗？声音不大不小，窝棚里正等着看热闹的力工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奉的赵家大少爷的命令啊，怪不得魏局长这么有底气呢。魏13满意的笑了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这些都是目击证人啊，不然魏13为啥留着这些人在码头啊？驱散了不是更好？局长说的是，今天我亲自给马武兄弟压阵。魏13这才满意的笑了，这就对了，跟着本局长，前途会有，这个也会有，但你也得表现出价值来，不是？是，局长说的是。又过了10几分钟，货轮终于慢吞吞的像乌龟一样靠上了颐和码头，汽笛声也渐渐的消散，随之而来的是里面传来了一阵的外语，不知道嘀咕啥。一队龙虾兵正从货轮走下来，还有一个戴着帽子的国人，十分倨傲的喊道：“楚老大呢？货到了，赶紧安排人卸货。”马武兄弟，建功立业就在今夜，上，所有人敢反抗的格杀勿论。马武等人带着巡警队十分迅速的靠近这码头上的货轮，那个帽子男子十分惊讶：“你们是什么地方的巡警？怎么还来码头了？楚老大呢？快来卸货！”我们是深都静海区的治安大队啊，整个颐和码头的治安都是我们负责巡逻的，来这里还需要跟你报备啊。这是理查商行的货轮，应该不用检查了吧？什么？你们是回力球场的船？好家伙，今天我们就是查回力球场的船的。来人啊，给我搜！喂，什么回力球场啊？我们可是理查商行的船，你看这些龙虾兵可都是根正苗红的绅士国的士兵，你们总认识这个吧？艾伦少校，拦住他们！后面的军官也叫艾伦，这个可就巧了，方正的外国脸，听到帽子男的话，第一时间带着人走了上来。这里是大是帝国的船，有特别烫新疆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马武一听，妈呀一声！好啊，你们居然要抗拒搜查！有人举报你们走私鸦片，军火，我们是奉都军府的命令前来彻查。我奉劝你们回力球场的人不要不识好歹，拿下他，敢反抗的格杀勿论。说着，4、5个巡警冲了上去，把那刚想说话的帽子男撂倒。回力球场的人是吧？先生，我想我们有个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回力球场的人还想跟老子误会？遇到抵抗的就打，不要留手。龙虾兵一个个的脱下了熊皮帽子，也被包下了鲜红的上衣，一个个的蹲在码头的角落上，垂头丧气。此时的魏13从不远处走了过来，我那大舅哥这次可算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了，这下我看你怎么破呀！然后对着郭兴努努嘴，郭兴心领神会的把那个放在墙角还在昏迷的男子带走了，直接沉入大海。唯一懂话的人没了，一切都可以说是误会。局长，出大事了！为了称霸上海滩，他一口气召唤出10万小弟，并且个个装备精良，把小日子打得落荒而逃。当他准备闯进租界时，却惹上了麻烦。魏局，救我一命！老黄，快起来！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？咱们都是兄弟，放心好了，我已经给你请功了。局长、区长，甚至大少爷都知道今天的事儿是你办的了，我绝对不会分润了你的功劳。老黄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吓傻了。魏局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哪里敢啊！咱们今天惹麻烦了，大麻烦呀！这个不是回力球场的船，而是理查商行的船啊！这些东西都是绅士国租界的东西啊！那些龙虾兵都是北面的一个小国来的，运送的也不是什么烟筒，而是军火啊！光是山炮就8门，炮弹最少上1000发，其余的绅士国新式步枪更是数千啊！其余的军用罐头啥的更是数不胜数啊！魏13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，打掉了老黄拉着他的手臂，面色微冷。老黄，你不地道啊！谁跟你是咱们？今晚可是你主持的，跟我魏13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贪图你功劳，到处为你请功，你就这样拿我顶缸啊？老黄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当大头啊！老黄已经吓傻了，知道魏13对他十分够意思，想到什么，再次一把鼻涕一把泪。魏局，今天是我老黄做的不对，但是还请咱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拉兄弟一把。既然咱们兄弟一场，我魏13也不是见死不救的人，我可以给你个主意。魏13笑了笑，今晚这次任务是故意让老黄带头的，也是故意把功劳推给老黄的，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局长，以后您说动我绝不往西，捉狗绝不撵鸡。魏13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老黄，以后别出卖我就好了。局长，您这是说的哪里话？魏13没有在意，自顾自地说道：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干正经的公干，拿的是都军府的命令，做的是大快人心的事儿，怎么能成为祸事了呢？理查商行又怎么样？租界的又能怎么样？他们在租界作威作福就得了，难道还能管我们静海区吗？老黄，我这么一说，你是不是打开了一些思路？再者，这些事儿本就只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的，怎么就有麻烦了？说完，魏13就不说话了。老黄神色不断的变化，他有了一些明悟。是啊，局长说的对呀，租界的人作威作福只是暗地里的，那叫潜规则，没人敢放到明面上，所以局长是想要我。老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魏13打断了。不是我想要你干什么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。今天我什么都没说过，我跟几家报社也有些关系，可以包装你一下，兄弟一场。我魏13也只能做到这里了呀。局长，我其实是……老黄神色复杂，感动了，准备自曝身份了。你是我兄弟，这些事儿我该做的，其余的我不管，也不知道。顿时，老黄痛哭流涕，扇了自己几个巴掌。紧接着，老黄神色一变，脸上露出了狠色。马武，去找相机，再去找报社的人来。本科长今天要揭露绅士国的狼子野心。今日如果不是机缘巧合，怎么会发现这些军火在我国的土地上？他们搞这么多的军火干什么？是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老黄看不过去了。好的，科长，那些龙虾兵怎么办？老黄回头一看，一群可怜巴巴的龙虾兵正蹲着，手被绑在背后。去找人，懂得外语的人，好问他们，把他们的狼子野心都给老子问出来。对了，
记得签字画呀。那要是有人不听话咋办？那就想办法，无论什么办法，让他们承认了就行。马武干活去了，老黄脸上露出狰狞。大少爷，不是我老黄改换门庭啊，实在是魏局长对我太好了。今天这事儿我知道大少爷的性子，肯定得拿我老黄开刀，让那群绅士国阳大爷泄愤了。已经走远的魏13看着大发雷霆的老黄笑了。老黄是什么人，他早就知道了。徐迅雷早就把巡警局的人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了。老黄就是赵文才安排在身边的棋子。赵大公子，今天这一招，我看你怎么接。还在等消息的赵文才电话打到了魏13的万和大院。妹夫，今天晚上的事儿办得怎么样？那些货可都收缴了。听着赵文才兴奋的声音，魏13暗爽，脸上却满是沉痛道：大哥，出事儿了，你的情报有问题啊，是不是有人想害你啊？今天晚上捅娄子了呀。妹夫，什么意思？妹夫，你要知道，有些东西是动不得的啊。大哥，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？是真的呀，今天晚上压根就没有什么回力球场的货轮，只有一艘理查商行的货轮，不然我也不会问大哥你是不是被人坑了呀。理查商行背后可是绅士国租界的各位大官啊，绝对是太上皇级别的啊。那你按照计划结了？我倒是没有结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是没结，但是我手下的科长，也就是老黄，他给结了，结果还发现了他们运了军火。啥？老黄那个瘪三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啊？魏13故作疑惑道：大哥认识老黄？不认识，我这不是听你说的吗？妹夫，明知道这是理查商行的船，你们怎么敢结的啊？大哥，这不是抓了人以后上了船才知道的吗？这事儿大了，大哥你说怎么搞啊？魏13委屈巴巴的说道，随即补充道：不过我已经安排人曝光了，老黄这事儿办得没毛病啊，各处的记者啥的估计去了。大哥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不然我真让那群租界的人抓住了把柄，好受不了啊。反正别人问我就说我大哥是赵文才，他是为了深都秩序。赵文才气得要吐血，从牙缝里蹦出来几个字：我谢谢你啊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混账！魏13，你个大撒逼！而另外一边的魏13睡得相当的舒服，搂着宋家姐妹花一直睡到第二天9点多，直到赵丹青登门才醒了过来。魏哥，丹青姐姐来了，您快起来吧。丹青啊，你怎么今天又来了？怎么，魏局长现在是不想见我了呀？看来两个妹妹给你伺候的不错呀。丹青姐姐可不能怪我们啊。行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事，大早起的你肯定不能来。魏13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哈哈一笑，也不争辩。你看看这个吧，昨晚上开始深都可就没闲着呀。魏13看着报纸上老黄那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噗嗤一声就笑了出来。没想到老黄还挺长相啊，不错呀，这就是人民卫士了。等哪天闲了，我去给他送个锦旗。这才哪到哪，现在都快传承英雄了。不过我可没让你看他，我是让你看后面那一把。魏13疑惑地翻了一下，正好看到赵文才大大的照片足足要占了半个版面，正在召开记者招待会，而标题赫然是严查走私，声讨租界，还深都一个真相。好家伙，你这个大哥还有这个脑子吗？真不是看不起赵文才，赵文才按道理来说不应该这么狠啊。赵文才的能力才华魏13是认可的，也觉得远高于自己，但骨子里却缺少决断，居然能直接下了跟租界撕破脸的决心。这才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，我爹要见你。现在呀，怪不得呢，原来是赵督军下场了呀。魏13惊讶了，你爹见我，那我是不是准备点仨？我们老家那去老丈人家里拜访，可是得买2瓶酒和几盒点心呢。你爹爱吃啥？赵丹青轻松玉手指了下魏13，走吧，小女子伺候您洗漱。我想晨练一下。大概是在1个小时以后，魏13才神清气爽地带着满脸通红的赵丹青从万和大院出来了，坐着车来到了督军大院。进门就见到了正在花园里躺椅上坐着的赵延年，身后还有一个中年女人。老四，你们来了。爹，姨娘，秀娘，你带丹青去屋里聊聊。秀娘哎了一声，就带走了赵丹青。空荡荡的花园就剩下了2人。魏13随意地坐在了花园的一块石头上，就在赵延年的旁边。伯父，您叫我。昨天晚上是你给老大下的套吧？撕拉！魏13差点被扯到裆，却不动声色的道：伯父，您说啥呢？我咋有点听不明白呢？这个赵督军不愧是督军啊，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把戏。不过你也没证据。不用否认，昨晚上卢督军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跟卢天生早就把货接走了，你小子不少赚啊！我操，卢天生你个！连自己父亲都看不住，这就把我给卖了。伯父既然知道了，那我也没啥说的了。哼，放心，没有怪你。老大心高气傲，见钱眼开，确实得吃点教训。自家人给总比外人给强。你也不用怪卢天生不讲信用，他没说，他爹跟我说的。他调动2艘铁甲舰，他爹啥都知道了。魏13一声不吭，听着赵延年说着。赵延年既然没兴师问罪，那他也用不着着急。听说你跟老大要了个保安团？是的，伯父。谁知道赵延年的下一句话，直接让魏13当场亚麻呆住。10万名男人排着队都追不到的女人，他却用500名小弟轻松拿下，并且岳父还要重点提拔他。你跟丹青把婚定一下，我56师刚好有个副团长位置给你做。什么情况？我坑你儿子，你还给我升官？56师的一个副团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伯父，您啥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你就放心接着，就是想丹青以后有个依靠。我对不起丹青的母亲，丹青能找到你也是命。虽然你小子不算是什么良配，但也不是什么吃亏的主。你大哥眼皮子浅了些，以后深都都是你们。
们的，你们兄弟间要相互照应。魏13算是听明白了，要用副团来捆住自己呢，给他儿子培养一个帮手。可殊不知他最擅长就是把好处吃了，毒药吐出来，正愁小弟们有点多，不好安置呢。谁给谁当帮手还不一定呢。伯父不嫌弃，那自然是同意的。那就这样，找个日子把你那干娘邀请过来吃顿饭，这亲就算是定下来了。我累了，你去吧。魏13还有一个干娘，在农村生活。前段时间去杭城的时候看过一次，走出赵延年的屋子，魏13感觉还是有些飘飘忽忽。这就成了主力团的副团长了，估计3月用不上。除了团长，都得是自己的人。这个团是不是姓魏了呀？老赵啊，老赵，你是想让我给你儿子当护航的，可算是倒大霉了。魏哥，你在这偷了啥呢？魏13嘿嘿一笑，揽着赵丹青的肩膀不说话，一个劲儿的傻笑，最后才在赵丹青的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。我老爹这么大方，当初我爹要是对我这么大方，我也不至于为了500人把自己卖了。魏13哈哈大笑，带着揶揄：怎么了？你这是心不甘情不愿了？夫君能得到重用，在赵家发挥的余地越大，我就越舒服，怎么会不情不愿呢？5日后，低调的一顿订婚宴在别墅这里举行，没有什么外人，只有赵延年、秀娘夫人，还有魏13这边的人。一家人吃了个订婚宴，安稳的日子没过2天，魏13就被派去城外上任了。团长好，新兵魏13前来报道。魏副团长，你可不是新兵啊，你可是咱们358团的领头羊啊！魏13目不斜视着看向前方，报告团长，358团的领头羊只能是您。花花轿子人人抬，但是大胡子团长可不敢真的拿巧，这位啥来路他太清楚了。你们年轻人啊，说话就是好听。来，那个嘎子还愣着干啥？不知道给团副上茶啊？属下这不是已经到团副英伟的身子被吓到了吗？嘿嘿，就你小子油滑。只有魏13眼珠子差点掉下来了。这特么不是我小弟吗？什么时候混入敌军高层了？看样子还是一个勤务兵。团长你再踹一下，属下就好这一口。滚蛋吧，你小子！这小子啊，命苦啊，家里就剩下这么一个了。有一次我出去开会，正好路边跟那地上坐着，也不知道干啥，穿得破破烂烂的。我看他机灵，让他当个兵，结果啥也不是，训练样样稀松，倒是端茶倒水，察言观色，是个人才，就留在我这当个勤务兵啊。魏13听着大胡子团长的解释，整个人这才了解，当兵不咋地，干这些活，小弟们那真是天赋异禀。团长真是个大善人啊！不算啥，不算啥，我也是穷苦日子来的，知道这些小兄弟们不容易啊。团长，您确定像嘎子这样的人，咱们团里还有很多？魏13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，生怕大胡子看出来一些端倪，再特娘的把自己灭口了。不多也不少，最近啊，深都又来了一大批的难民，这不是响应督军的号召吗？为灾民做些贡献，收了不少人。真的假的呀？咱们军营跟着凑什么热闹啊？要那么多人，难道都白养着的他们啊？是的，魏13被震惊了。难道赵督军这么的给力，宁可自己掏钱养着这些人？想什么呢？咱们军营也不是善堂，招人也不是随便挑的，都是挑选一些人高马大或者有些手艺的人，补充兵员或者后勤，不然光靠咱们才能养几个人啊？魏13笑了，感觉大胡子团长招募的那些人里面，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小弟。走，团副，咱们正好去新兵营转一转，还有划归给你直属管理的2营也在那面呢，正好一起看了。魏13点点头，一行7、8人步行走去了训练基地，离着老远，营地的训练声就传出来了。1、2、4，特么打歪了，营长，抱歉哈。嘈杂的声音让人热血沸腾，还有拿着枪端着练臂力的，汗如雨下。就在魏13进入训练场的一刹那，训练场上最少有一半的人都下意识地转头看向魏13。好家伙，真让自己猜对了，但凡刚刚转头的都是自己小弟。怎么样，团副，这些兵练好了，当警卫营拿得出手吧？太好了，这还拿不出手，谁还能弄到更好的兵吗？团长，你是这个？对了，你的2营被调走了不少人，现在只剩下架子了，兵员还得你自己招募。反正深都现在拿着钱粮招那些难民，容易得很，就是形成战斗力晚点。不过现在也没有战士，你慢慢练呗。魏13点点头，没有人，正好安插自己的人啊。团座放心，不就是招兵吗？这个我有优势。嗨，我只是忘了团副的身份了。跟大胡子团长分开之后，魏13当场就叫来了郭兴。郭兴啊，你去保安团呢，让小杨先送过来300个合用的人，至于他那面的，再让他练。另外通知一下，去外面招兵。不是让保安团送过来300人吗？怎么还招啊？魏13敲了一下不开窍的郭兴，人呢？还嫌多吗？实际上心中却是另有打算，这300人借着这个机会弄进来，然后慢慢的运作到别的营，自己再从外面招土著。至于自己的老兄弟们，当骨干就行。下午的时候，魏13要的人就来了，一个个高壮威武，跟其余的兵形成了反差。副团长，这些兵都是您从保安团抽调上来补充2营的。老易啊，这些人我可是全虚全伪的交给你了，干下去换装吧，装备不够的去团部申请一下。您瞧好吧。对了，副团座，您要不要训话？我训话干啥？都特么的是我过命的兄弟，该干啥干啥去。意大利带着人走了之后，一连几天，不少主管都找机会过来看人，盯着魏13手下的兵直流口水，都想要挖墙脚。团座，您得想想办法啊！这群饿狼天天来看人，咱们还怎么训练啊？一个个别的本事没有，眼珠子倒是挺贼的。那么生气干啥？他们看就看呗，还能少块肉啊？看来自己的计划还是有效的，到时候自己的300小弟就能成为358团的骨干成员了，遍布358团上下。是不能少块肉，但是天天的被人惦记也不是个事儿啊！好不容易来了一批好兵，还被这么多人惦记。魏13故作不在意的说道：“行了，安心训练，白拿我的兵可不行，不给个班长排副啥的看看，我哪对得起我那些兄弟吗？”团座不行啊，就算是给个官当咱们也不能干啊！这么好的兵哪找去啊？两人说话间，就听到外面传来焦急的声音：“团座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只要给个班长排副啥的干干，你就能给我们几个兄弟？”是啊，
团座，我老李早就说了，您是干大事的人，考虑的是全团的发展啊，太高瞻远瞩了。嘿，老李，你那叫小心之心，我老楚早就看出来了，团座对咱们都是一视同仁的。2个营长、后勤的负责人、警卫营的人，好家伙，团里的各个营长的主管都来了，一个不差啊。老李、老楚，我是不是给你们脸了？怎么这么无耻呢？居然偷听我跟团座的话，这都是军事机密，泄密了，你们能担当得起吗？老易呀，你这个脾气啊，得改一改了。就你这个格局，这辈子你就是个营长了。人家团长高屋建瓴，考虑的是全团的事儿，你操什么心啊？就是啊，老易啊，做人不能太自私啊，咱们都是兄弟，分什么你我？再说了，兄弟们的前途你就不管了？你2营才多少位置啊？在我们这都能当基层军官的，你就让人当个大头兵，你这叫暴殄天物。就是老易太自私了。意大利都要气疯了，指着自己的脑袋。我自私，我自私，那你们特娘的算个啥？我给话给你们撂下，我2营的人你们少惦记，谁要是不服，咱们练练。见气氛愈发的不对劲，魏13干咳了2声。好了，多安静一下，你们想要人可以啊，拿东西来交换。听说老李前段时间去北面带队弄了几10匹好马，1匹马1个人，行吧？还有老楚，你就拿枪来换。魏13此刻心里都快笑开花了，小弟们不但可以理所应当的安插在团里，还有白嫖的东西拿，何乐不为呢？行，换了，我也换。商谈了好一会儿，意大利带着人挑人搬东西，2营的兄弟们还不知道，大哥已经把他们给卖了。团座，这群都是些什么人啊？咱们的兄弟就这么给他们了？伤心什么？明天咱们再去招兵马，多大点事儿？保安团还有这么优秀的兵员？魏13白了一眼，我说的是去外面招兵，你不会把那些骨干都给出去了吧？那不能，骨干哪里能给他们啊？那不就得了吗？骨干还在，几个月就能练出来了，你忧伤个屁啊！对了，那些冲锋枪分我20，我有用。第2天，魏13坐车回到了深都，打算去难民营招点兵。刚回到万和大院，好哥哥卢天生的电话来了，并带来了一则惊喜的消息：1块钱1箱的香蕉没人要，10块钱1把的香蕉却排队抢，并且老板亲自送货上门。喂，大哥呀，你不是送货去了吗？怎么还有功夫给我打电话呀？二弟啊，本来我是打算带着人亲自去的，只是后来我爹对我有别的安排，让别人去了。不过赵虎他们得跟着啊。魏13对此没什么意见，谁去都一样。我无所谓，反正你别少了我的钱就行。既然你回来了，要不咱们算算账。价值数百万的烟土，魏13说不派人跟着，想都不要想。正好最近穷得要命，尤其是武装完之前的那些小弟后，钱更是花的1毛没有。给你打电话，就这事儿，我爹说让我跟你说一下，这笔钱让你来西南拿，顺便吃个饭，你说咋样？卢天生的爹自然是卢督军了。别闹，我老丈人刚刚提拔我了，我哪里敢擅离职守啊？还是麻烦大哥给小弟送来吧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就不过去，真过去了，卢天生这样的胸襟会放过自己？至于带人过去，更扯了，在人家的地盘跟人家比人多吗？我有个妹妹，我爹说想让你见见来着，既然你不想来，那就算了。还有事儿没？用美人计，那更不去了。没啥大事儿，那我3天后去深都，你记得招待一下。听你说了多少次你的娱乐城了，一直也没去过，这次你得请我。小事儿。接完电话，魏13的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，又有钱要到账了。跟宋家姐妹花完闹了一会儿，魏13带着郭兴等人去办正事儿了，拿着5把短枪送去了赵丹青那边，交给了阿生，留着武装赵丹青身边的人，剩下的魏13分配给了郭兴等人，专门留着保护自己。中午，老黄找到了魏13，说要汇报工作。局长，我老黄真是谢谢你啊。魏13升成副团之后，局长的位置就交给了老黄。老黄，你谢我什么呀？你有今天都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你也升官了，也不是我的下属了，以后叫我老魏吧。您永远是我的魏局长啊！我老黄能上来，全靠局长支撑，以后局长就是我的天，您让我杀谁，我就杀谁。老黄的表忠心，魏13也只是听听，虽然自己出了主意让老黄又行了，但坑也是自己挖的呀。老黄这种老油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啊？老黄啊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，坐下喝茶吧。大小也是个局长啊，哭哭啼啼的不成样子。局长，这是属下的谢礼，请收下。魏13假装看不懂。老黄，你这是干啥？你这不是逼我犯错误吗？快收起来。老黄哪敢收起来，赶忙打开箱子，里面20-30根小黄鱼在里面摆着。魏13看了一眼，大失所望。老黄啊，咱们巡警局现在就拿这个考验老干部啊？很显然是嫌少了，箱子里的小黄鱼按照现在的金价，也就是几万块，当然没有外币值钱了。您瞧我这不懂事儿的，那这个先放在局长这里保管吧。最近家中闹老鼠，这箱子挺好的，属下被老鼠给弄坏了。老黄啊，你呀你可真是行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替你保管一下，我可只是帮忙保管啊，东西还是你的。好的，局长，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大哥，咱们也不缺钱，要他这个脏钱干啥？以后别咬你一口。咬这么一口，你也真的看得起他了？他不敢，也没那个实力。真不是魏13看不起老黄，就算现在的老黄是一个人物了，但是跟自己还是差了一个档次了。大哥说啥就是啥，反正最近招猫逗狗的东西有些多，派2个跟着瞅瞅吧。魏13笑了笑，没有拒绝，转眼就来到了第2天。魏13展开了1万难民安置点警区，跟2营长意大利集合。就在魏13刺啦一声，轮毂在地上急刹车的声音传来，肉眼可见的土地上拉出了一条弯弯扭扭的曲线。你们特娘的不要命了，拦在路中间干什么？只见6-7个身穿着短大褂子的人弄了一个简易拦路器，嬉皮笑脸的看着他们。这位兄弟，这条路不通，
还请换条路吧。郭兴被气笑了，径直的下了车。换路？前面是路坏了吗？没有。那为何我们要换路？路是你们家开的。兄弟，看样子你们家主子也是咱们深都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互相给个面子如何？我们杜爷正在前面难民营里开善堂，这要是冲撞了也不好，是不是？换条路吧。此时的魏十三正在车里，眼皮子都没睁开，继续睡着。郭兴要是这点小事儿都解决不了，也不用干了，拉车去吧。杜爷，在我郭兴面前敢称杜爷的真的不多见。我看你们青红最近有点飘了啊，还敢封路了。兄弟们，下车！对着身后就是一声呼喊，车里面下来了3个人，再往后的车子里下来了4个，算上郭兴，总共8个人。几位报个号，车里面是哪位当面？少他妈废话，反正是你们惹不起的人。郭兴8人瞬间就掏出，对着拦路的人就来了一枪，没要命，只是打在了腿上。饶命啊，爷爷！派个人看着，联系一下张龙，让他派人来处理。说着坐上车，扬长而去。而在贫民窟正发表演讲的杜爷耳朵微微一动，枪声，这里哪里会有枪声？去看看哪里来的枪声。那个徒弟还没说话，就听见有人慌张的大喊大叫：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去问问怎么回事。不一会，徒弟面色难看的走了过来。师傅，出事了，咱们封路的人被人枪杀了。什么？谁叫你拦路了？师傅，我这不是想怕人打扰你吗？蠢货，自作聪明。杜爷睁开眼睛，只见一个让他都十分意外的车子出现在眼前，眉头微微一皱。魏13。杜爷有些麻了，没想到居然是魏13，刚想上前打招呼，就听郭兴喊了一声：帮派的人都滚蛋，不然小心子弹不长眼。走。意大利的人也来了，100多个身穿军装的人来到这里，产生了一些惊慌。乡亲们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深都的部队，来这里是为了肃清一些有龌龊想法的人，不会对普通百姓不利的。随着意大利的安抚，人群倒是被安抚住了，渐渐的平静了下来。杜爷那边带着人准备走了，好几辆打车的粮食也打算带走。郭兴带着人上前，既然就计，那就送佛送到西北。早就听说魏团长手下有个得力的干将，黑面郭兴，应该就是郭爷当面了吧？不敢当，咱们走的是正道，爷什么的都是封建残余。郭爷说的对，既然东西进了难民营，就不要往回带了，去带着发了吧。还未说完，郭兴打断了：这可不劳您，我们代劳吧。说完，杜爷的脸色也冷了下来。今天他够给面子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台阶，没想到郭兴是一个也不下呀，真当自己是闹着玩的。好，后生可畏，走了。郭兴看了一眼杜爷等人，神色微冷，对着某个方向不可察的点点头，随后带人搬东西，直到郭兴回来，意大利就去招兵去了。怎么样，感觉如何？乖戾，以后必然会坏事。不错，长进了。然后看向了车外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今天为何不把他留下？阿哥，这不是闹吗？杀了他，那些徒子徒孙们不得乱起来啊！到时候不是给你找麻烦了吗？魏13摇摇头，郭兴啊，你还是不够狠啊！这要是徐迅雷，今天绝对会给这位杜爷脑瓜上点上一点朱砂痣。顾四当初也有徒子徒孙，号称万人，最后如何了？记着，没人会为了一个死了的人讨公道，即使有，也不多。大多数人只要让他们好好活着，就会老实。郭兴不太懂，魏13也没打算再说了，教小弟吗？慢慢来。招兵的事儿，我就跟意大利说明白了，你跟着我去一趟深都。回深都？是啊，回去一趟。本来想着好好的谋划一下再动他们的，现在看来不能太给脸啊。车子嘟嘟的又回去了。魏13没回家，而是先去了督军府。爹，您写字呢？瞧瞧这福字怎么样？魏13能看懂个啥呀？随口夸赞着。好，非常好。说吧，没事往家里来干什么？出什么问题了？魏13笑呵呵的泡上茶，给赵延年倒上一杯，自己也弄了一杯，那姿态倒是不客气。爹，我跟你说件趣事儿。今天早上，魏13把今天早上被拦路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又把难民营所作所为说了一遍。你想做什么？怎么做？恰巧大少爷赵文才也回来了，听说魏13来了，溜溜达达的也去了书房，正好听见两人谈话呢，反而偷听上了。爹，我觉得呀，这些势力没必要存在，就因为他们惹了你了，你就要铲除他们。你可知道，虽然这些人没啥大本事，但是搞事情的本事可不小。深都大大小小的行业，他们都掺和呢。虽然都是底层，但也是一个城市稳定不可缺少的一环啊。魏13啊，做事不能冲动啊。魏13摇摇头，爹，我同意你说的，但不是完全同意。那你觉得呢？他们的存在有自己的意义，这一点我不否认，但为什么只能是这位杜爷？您下意识的是把这位和那些见不得光行业的所有人都绑在了一起，他们并不是一回事啊。少了一个小舵，太阳照常日升日落，没那么邪乎。魏13会心一笑，接着说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您应该听说过深都有10霸，他们欺行霸市，仗着洋人撑腰欺负国人，我有些看不惯，所以我想把他们取缔了。你怎么知道你换了一批人之后不会继续欺压人呢？我能保证，不过我需要问爹借个人。借谁？魏13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借大哥赵文才。商船出海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，任何东西放在船上都会马上不翼而飞，就连男人的手提包都未能幸免。为了查出真相，他只好向岳父借一个人。女婿，你借文才意欲何为呢？莫非铲除10霸，你的势力做不到吗？魏13会心一笑，不一样，大哥可是咱们深都的大少爷，放在前朝那也是太子了。如今通过上次的事件刷了一波声望，但是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，大多数的深都人民是不认可的。正好大哥可以借着铲除10霸的机会扬名立万，以后这个督军不是大哥做都说不过去啊。此时在门外躲着偷听的赵家大少爷赵文才咬牙切
切齿。这个妹夫真是有毒啊！自己不就是想坑他一把吗？后来给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，现在还想坑自己，这个石霸有那么好铲除的吗？赵文才一边心里把魏13全身上下谩骂了一遍，一边竖起耳朵，打算继续偷听，看看能不能再听出什么。女婿啊，你知道你这人有啥优点和缺点不？爹，您说啥？你这人有点是聪明，十分的聪明，虽然有时候犯傻，但绝对是狗头军师一类的。这也是为啥我同意单亲嫁给你。毕竟一个家族的鼎盛，不光要有伟光正，还要有能办事儿的人，尤其是不拘一格、不择手段办事儿的人。魏13心里翻了个白眼，就差说我就是那个办脏事儿的人了。只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你这人报仇不隔夜，人家上午拦路，你中午就来这里要报仇，知道自己搞不定，让我当这个挡箭牌，还把你大哥拉进来扛伤害。你说，如果我是个小心眼的人，没准先给你做了。魏13不在意的一笑，爹呀，您可别吓我，今天这事儿我就是小心眼，要报仇，但是也绝对是符合咱们家要求的。深度不需要别的声音，我说的对吗？说你聪明，你确实是聪明啊，你说的那些计划确实是为了我们赵家好，但你敢否认你不是为了报复小杜？魏13嘿嘿一笑，您明鉴。这个计划我原则上同意，但是怎么操作，你得好好研究一下。还有你大哥那里，你自己去说。魏13一听开心了，朝着门外喊了一声：“大哥，你同意不？敢干嘛？”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自己没出声啊？咋被发现了？他并不知道魏13最近五感大大的提升，赵文才来了，他早就听见了。老大，爹，妹夫，我也是刚来。老大，你怎么看你妹夫说的这些？爹，你们说啥了？我刚来，没听清啊。魏13，你再给说说吧。魏13没奈何，再说了一次。赵文才装出一副为难的模样，小心翼翼地看向自己的爹。爹，您觉得我该怎么做？你自己看着办，反正这个家早晚是交给你的。爹，我想试试。你们看着办。魏13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也准备撤了，心中有了一个计划。赵太子深都打虎记，接下来的几日，魏13开始着手各大码头的内幕，为之后的行动做准备。赵文才也陆续准备合作的人马。新开河码头里的红帮人马做事十分嚣张，从事不法生意，甚至无本买卖。由于背后人多势众，外地人苦不堪言。今天魏13久违的从别的码头带着郭兴几个兄弟，坐着小船来到了新开河码头，打算钓鱼执法。大哥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叫车。魏13打扮得跟个土财主一样，点点头，去吧，快些。深都真的是不方便，要是在我们那些，早就有车来接答应我了。说完指了指小弟手里的包，对着剩下来的那个兄弟道：对了，看好东西，这可是咱们的身家性命。这话说完，果然周围都陷入了一片的沉寂，有人好奇，还有人幸灾乐祸，也有人不忍。这是哪里来的愣头青啊？出门在外，财不外露的道理都不懂吗？看来待会儿哭天喊地的人又要多一个了，嘿嘿，就喜欢看这些富人被宰。深都的人这么没见过世面吗？他们是在说咱们吧？好像是的，大哥。一群小赤佬，见过什么世面？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坐会儿，箱子还挺沉的。新开河码头的一处隐秘之处，沈爷有肥羊上门，可别跟上次一样走了眼。上次老子可是把到手的东西都给还回去了。沈爷您放心吧，这次准没跑，绝对是肥羊。那箱子里用我这双招子看着，最少也是这个。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个黄鱼的模样。沈冠生来了兴趣，好奇道：有多少？最少得有这个数。长期在码头混生活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箱子里提着什么东西。魏13的箱子照他来看，最少有20根黄鱼，不然不会那么沉。看看有没有什么背景，没什么背景就撬了吧。您瞧好吧，大哥。码头上正坐着歇息的魏13突然发现自己的箱子没了。那谁？咱们箱子呢？在我旁边啊。你看看你身边哪里有箱子？果然，刚刚放在码头木板上的箱子早就不翼而飞了。大哥，我没离开过箱子啊，难道飞了？魏13痛哭流涕，影帝来了都得直呼内行。我的箱子啊，是谁？谁偷走我们的箱子？你们大吵大闹的说什么呢？这里是码头，不是你家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？魏13赶忙如同找到救星一样，拉住了那人的手。我们的箱子不见了，在你们码头丢的。小伙子，你东西丢在我们码头上了，是有人偷了吗？你们看见是谁没有？我们码头给你做主。我小弟知道，你们问他。我就是把箱子放在这里，然后就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谁偷的。小兄弟，你这没凭没据的，就说有人偷了可不对啊！我们码头可是文明码头的，可不能因为你们一句话就毁掉了呀！这是我们多年积攒的名声啊！我劝你们还是赶紧走，不然啊，惹怒了大家，没你们好果子。魏13顿时就怒了。什么？我们丢了东西还不能说了？你没证据啊？不然我们肯定给你们做主。再说了，谁看到你们有箱子了？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想讹人呢？还是别人派来捣乱的呀？魏13愣了一下，随后大喊大叫：你们看到了是不是？我们拿着箱子呢，不是来讹人的。可周围的人哪里敢为魏13说话呀？一个个沉默不语。我真没骗人啊，大哥，我求求你，让我找找，这些可是我的身家性命。我看你们就是来捣乱的，来人呐，轰出去！说着就要带着人赶走魏13两人。你们跟小偷是不是一伙的？我要报警！报警？你没有开玩笑吧？你说丢东西就是丢了，我们还要告你寻衅滋事呢。好家伙，颠倒黑白呀！魏13顿时就忍不住了。好，你们让我搜，不然我绝对报警。费了半天口舌，魏13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：没天理了！我要找我大哥给我做主，你们等着，谁也不许走！说着对着周围一个眼色。这时候郭兴也回来了，码头的人也没了耐心了，就要轰走魏13等人。转眼间就听到一阵整齐的步伐，咚咚咚的，木板制成的码头都被震得晃晃。这是哪里的保安团来咱们这里撒野？你们哪个部分的不知道新开河码头是谁的地盘吗？可为首的人根本
本不搭理他，把这些人给我围了。场面霎时间安静了下来。这位兄弟，同饮长江水，咱们本是一家，敢问是哪里的兄弟？可是有所得罪，这里可是沈爷的地盘，兄弟们给个面子。什么沈爷？我不知道，也不认识。最好问问你身后的人，来这里闹事能不能承受得住？在深都我还真没见过不给我沈爷面子的。今天你不是见到了，围了。一行人被张龙拿下，张龙走到魏十三面前，大哥，听说你丢东西了，就是这群人弄走的。魏十三点点头，也不装了，有个名头就行了，总装也没啥意思。带回去审问一番，看看我的东西是不是他们弄走的。这时候码头的人就算是个傻子也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啊，哪有刚丢东西就有这么多人找上门的？沈爷不好了，有人给咱们玩仙人跳。什么？带我去看看。码头外不断有保安团的人出现，动作十分快，不一会整个码头被围得水泄不通。这位兄弟，过了吧。魏十三呵呵笑着，你们的人偷了我的东西，你有什么证据？魏十三这回也不装傻了，直接对着刚刚放箱子的木板就是一枪。把人带上来。对于码头上的这些猫腻，魏十三如数家珍，不过是有几块活动板，趁着人们不注意稍微一翻，然后木板下的人把东西偷走，而这些人大多都是这些霸主的人。沈关生脸色非常难看，敢问兄弟大名？魏十三。然后摆摆手，想不通就等去局里想吧，别想了。说着就让人把沈关生带走了。霎时间整个码头都掀起来了一股抓人风，凡是沈关生的徒弟手下都被保安团清剿。快去找租界的人。小弟暂时就不招募了吧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还是得把该建造的建造，该升级的升级啊。系统，我目前还有多少余额可供支配？宿主目前还有512万银元可支配使用。那先升级车行吧，最先解锁的，这么久了才1级呢。升级车行需要30万银元，恭喜宿主车行升至2级，车行解锁燃油动力边3轮摩托车，配套汽油购买开发，新增属性永不翻车。当魏十三把车行升级之后，魏十三顿时惊了，牛啊牛啊，车行太屌了！升级后的2级赠送的车型边3轮摩托车，这玩意儿很牛了，主要还可以购买图纸，跟铁匠铺一样生产。魏十三看着后面一张张的图纸，小轿车、大卡车离机械化部队不远了，按耐住心里的激动，魏十三准备先不买，先把所有的都升级一把再说。宿主还有什么需要升级的呢？先帮我把铁匠铺里的枪械图纸买了。波波沙、大喷子、步枪、瞄准镜、军装上的一些配件、武装带呀什么的，都是看起来不是很大，但缺少不行的。好家伙，这么贵啊！100万眨眼间就没了。系统升级铁匠铺，恭喜宿主消耗80万银元，铁匠铺升至3级，赠送掷弹筒的图纸，其余都需要宿主自费购买。掷弹筒作为团战的利器，必须生产，不差钱。至于其他的图纸，魏十三思考了一下，精挑细选之下，选了一张现在最主流的山炮图纸，价格不贵，几万的样子。看着手头不到200万的资金，魏十三陷入了沉思。原本以为自己是个大富翁，现在看来远远不够啊！搞钱还是得搞钱啊！郭鑫开车去颐和码头。之所以来颐和码头，是因为魏十三还有个码头没建设呢。系统建造码头，静海区作为魏十三的基本盘，这里就是魏十三的优先，码头也是安排在了静海区的颐和码头。正在为宿主建造码头中，恭喜宿主建造成功。1级码头可建造1级船只，小型舢板船，属性帆船带潜水。魏十三一阵无语，好一个浪里小白条，帆船带潜水，一点卵用都没有啊！不过对于1级的属性，魏十三也没抱太大的希望，果断升级。恭喜宿主码头升至2级，可建造2级船只，吃水300吨以下的货轮，各种型号图纸可购买。2级果然好了许多了，但还不够啊！这种小货轮有蛋用啊！继续升级。恭喜宿主码头升至3级，可建造小型护卫舰，配备一定的火力配置，各种型号护卫舰图纸可购买。顿时，魏十三紧握了拳头，就是这个，连升3级，要的就是这个。虽然这只是小型护卫舰，但是绝对是质量的改变。看来还是码头的含金量高啊！3级了还不能生产大战舰，不过不慌，以后继续升级。宿主可以建造一个2号码头，就建在横沙岛吧。码头跟其他建筑一样，需要实际建筑作为支撑。所幸魏十三有了新的想法。郭鑫安排人去横沙岛，让张龙盯着建造秘密码头。翌日，魏十三坐车前往了娱乐城。娱乐城自从建成之后，魏十三还没好好的去看过，不知道营业额怎么样了。还没上楼呢，就听到2楼一阵喧哗。臭婊子，跟爷在这装什么装？你们这里不就是窑子吗？还不让碰了？小爷是给你们脸了吧？谁是你们管事儿的？给我叫出来！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2楼，周围传来了小声的议论之声。这是谁呀？怎么会在这春月会所闹事啊？嫌命大了吗？管他呢，估计是外来的愣头青吧。来，咱们喝酒，喝酒。对了，老王，上次咱们说的那批货，你可千万不能给别人啊！春月会所就是魏十三自己的会所，交给了钱叔打理的。来这里玩的人都是有些经济条件的人。好家伙，还有人敢在这闹事！不过魏十三没有着急上楼，这边有宋明盯着呢。说到宋明，也是被委以重任，经过培养已经变成紫色人物了。带我去找钱叔。钱叔的楼层在顶楼，平日里在这里为家，很是敬业。路过2层的时候，本以为早就有人去解决事情了，却没想到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。我们春月会所的女人不卖身。嘿，少跟小爷来这个，你这样的小爷见得多了，不就是钱吗？说要多少，小爷拿钱砸死你！嚣张的声音，魏十三眉头一皱。宋明人呢？这点事儿多长时间了，还没解决？老板，宋爷今天不在，说是相亲去了。魏十三大惊，张大了嘴巴。啥玩意？相亲去了？是的，最近总
有个富家小姐来会所骚扰宋爷，今天宋爷实在是不厌其烦，才答应见一面。两人说是去外滩的饭店吃饭去了。魏13张张嘴巴，不知道说啥好了。小弟都开始相亲了，也是好起来了。那现在谁在管事？今天应该是安爷。安爷是谁？怎么现在还没见到人呢？安爷是前舒老板前些日子安排的人，想让宋爷带一下，说是钱老板的远房亲戚。魏13没有在意，钱叔大小也是一个老板，安排个人培养一下亲戚，也不算是个大事儿。那他人呢？怎么还不来处理事情？迎宾小姐纠结了，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。魏13看着他这个样子，眼睛散发危险的光芒，这里面是有事儿啊。说，我今天看到安爷进了刚刚出事儿的那间房。魏13顿时把手里的正看时间的怀表捏得变形了。带我过去，要不通知一下钱老板？待会儿去通知一声，把这件事说了。几人龙行虎步的来到了传出声音的那间屋子，里面还有嗡声细语在劝说着什么。有容啊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赶紧起身赔礼道歉，本就是陪客人开心的，摸一下怎么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？快听我的。老板说过，我们是清官人，只陪唱陪笑，不陪身子。虽然我们是欢场女子，可也有自己的人格，这些都是老板说的。安爷，你是要违反老板的规定，要是这位大少爷不满意有容，我不赔了就是。话音刚落，就听那道嚣张的声音传来。滑稽，开什么玩笑？我看上的女人还没有能逃出我手掌的。黄安，我就看上了她，必须让她赔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一个婊子还立牌坊了。有容，你快别闹了啊，咱们得罪不起的，赶紧道歉。不道，大不了我不干了。就在争执的时候，一声巨响让屋子里的人都看向门口，只见郭鑫高大的身躯一马当先进了屋子，门板子都被踹飞了。小红，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什么人都敢往这里带？不知道有贵客在吗？惊扰了贵客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冯少爷，手下人不懂事，冲撞了您可千万别见怪啊！冯少爷阴翳地看着黄安，又看了看魏13几人，阴森笑道：快处理一下，本少爷没工夫搭理你们这乱七八糟的事情。还有，这人给我留下，敢打扰本少爷的雅兴，深都人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黄安连连陪笑，随后看向魏13几人，站直了身子。来人，把这人留下，其他的都出去。看场子的人也到了，然而一个个吊儿郎当的看着黄安，让黄安有些难受。动手啊！没听到本经理的话啊！黄安，看来你这个经理说话也不好使啊！看什么看，还不动手？魏13没搭理这个黄安，径直的走向了那名叫有容的女子身边，用手摸了摸那红彤彤的脸蛋。他打的。有容顿时精致的脸蛋暴雨骤下，流下了几滴眼泪，终于见到了亲人了。老板，我不想卖身的，当初说不卖身我才来的。我当初答应你们的，这事儿我做主。老板，黄安此时傻眼了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自己表姐只是小老板，真正的大老板另有其人。至于开这样的场子，怎么可能纯洁无瑕呢？对，我就是春月会所的老板，也是这座娱乐城的老板之一。黄安，你是钱叔的远亲。黄安被魏13淡淡的语气震慑住了。那就看着会所的人被人欺负，无动于衷，甚至还想拉皮条。钱叔要你这么做的？不是啊，老板，我也是为了咱们的生意着想啊。这位是昆山督军的少爷，有权有势，惹怒了冯少爷，对咱们有害无利啊。不过是一女人而已，何必惹了人家不快呢？魏13冷冷的看了一眼黄安，我还要感谢你为会所做的贡献了。不敢鞠躬，都是该做的。魏13懒得跟这人说话了，这人脑子有病，站不起来的病。你被解雇了，郭鑫，安排一下。郭鑫狰狞的对着魏13点点头，大马金刀的就要把黄安带走。老板，我是为了咱们会所啊，您不能解雇我啊，我表姐是钱叔啊。魏13都懒得搭理他，解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。我有没有说过，春月会所的姑娘是我魏13的人，你正大光明追求没问题，我还会送上彩礼，谁敢用强就是打我魏13的脸。所以不好意思，黄安，你犯错了，不管你跟这位冯少爷有啥交易关系，但现在请你去死好吧。说完就跟扔苍蝇一样，让郭鑫把人带走。黄安想说了，但被郭鑫堵住了嘴巴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其余的啥也说不清。不错，好一出杀鸡儆猴，魏老板果然牛啊！杀鸡儆猴，你真是看得起你自己了。你是猴吗？什么杀鸡儆猴？魏13不屑于而为之。这个冯少爷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魏13坐在冯少爷的对面的椅子上，翘起二郎腿。现在处理完手下的事情了，咱们谈谈咱们两个的事儿。咱们有什么可谈的？难道你是想把你身后的这个女人交给我？息事宁人，别开玩笑了。当着我的面打了我的狗，一个女人就想凭啥？纨绔子弟的纨绔展现的淋漓尽致。魏13觉得这个人太特么的自信了，也不知道谁给的自信。声明几点：黄安不是你的狗，那是我春月会所的人，我处理他那叫家事，跟你没关系。第二，这个姑娘是我春月会所的人，也是我魏13的人，打了我的人，你难道想息事宁人，还想让我给你赔罪吗？你也别开玩笑了。说着伸出3根手指。第三，我魏13这个人讲理也讲法，你今天要是能给我说明白，我给你来一个痛快的；要是讲不通，那不好意思了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给你找个地方当2个月龟奴，这事儿也能平。魏老板，你是没睡醒吗？我还真没听过哪条法律说逛窑子不能打女人的。深都的法律有规定吗？我劝你最好想想你说这些话的后果，不然你承担不起啊。魏13哈哈大笑，看来是没人给你普及一下在深都混的知识啊。不过谁教我心善呢？我给你普及一下，在深都，我魏13说的话就是理就是法，懂了吗？魏13笑呵呵的样子，没有传说中的霸气侧漏，但那一句话却让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魏13在深都就是法，听懂了吗？操，给我毙了他！2个手下无动于衷，只是可怜巴巴的看着冯少爷。动手啊，废物！一个手下努努嘴，挤挤眼睛。
就家门口看热闹的那群看场子的大汉，手里个个都是举着一把黑洞洞的枪。你敢动我，魏13，我告诉你，我爹是昆山督军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他绝对会派兵给我报仇的。楼下我还有50个兄弟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马上就能冲进来。你小心点，别他妈走火了。哦，原来你爹是督军啊！不过昆山也不大呀，手下有多少人啊？5000还是6000还是8000？别说，我还真挺害怕。说着打了一个响指。哦，对了，你打开窗户看看，下面那些人是不是你保镖啊？冯少爷慌忙的打开窗户，只见郭兴对他咧嘴笑。怎么样，冯少爷，你看到啥了？我爹有钱，我赔钱，我马上拍电报，我不想死。早这么好说话不就行了吗？不过先跟我姑娘道个歉，应该不麻烦吧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原谅他吗？我都听老板的。魏13笑着点点头。冯少爷，我先给你爹去个电报，然后谈谈价格。不过这些日子先委屈你当龟奴了，你说怎么样？冯少爷被带下去后，魏13径直的走向了屋子里的电话旁边，摇了几下，对着电话那边说道：“杨康，通知下去备战，2天后我要去视察。”说完挂断电话，脸上露出狠色。呵呵，真以为拿钱就可以解决问题？不好意思，我魏13，钱也要，人也要，就看你们差不差这点流量了。不到10分钟，钱叔也来了，脚步很慌张。看到魏13的时候，钱叔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。伟哥，有容，倒杯茶。有容，小跑着端上一杯刚刚泡好的茶，恭恭敬敬的递到了魏13面前。老板，喝茶。魏13接过来，点点头。去吧，出去一趟，别走，一会儿找你有事儿。伟哥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用说，我只看结果。钱叔，我给你3成的分子，不低了吧？不低，可以说高了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不知足呢？伟哥，我真的知足，太知足了。我觉得没有任何二心。说着跪在地上，魏13没有怜香惜玉。这次的事儿是你的人惹出来的，我给你处理了。你知道我看上你的能力、团队，但不是非你不可。那个黄安以后别操心了，我替你料理了。以后再有这种事情，自己找个江跳下去。钱叔是有苦劳，会所一切都是他张罗起来的，但是功劳不能吃一辈子。这件事儿已经把他所有的功劳抵消了。分子我给你留1成，够你花了。以后安心的管理，不要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了。伟哥，我知道了，您不生气了吧？魏13说完正事，也露出笑脸。生气？怎么能不生气啊？火很大，以后开会的时候继续加强思想教育，在深斗，在会所，不要怕任何人的背景，做好你们该做的。因为任何人的背景没你们大，你们背后站着的是我魏13，站着的是深都所有的顶级权贵，是我魏13几万兄弟。什么狗屁督军、公子，一个也不用鸟。再出现黄安这种人，不用管，直接料理了。说完，魏13就让钱叔退下，把门外的有容叫了进来。跟我走，去办公室。老板，我给您惹事了。不，应该谢谢你，是你的反抗才让我发现了会所的问题。你是有功，有功就有赏，有过就得罚。既然你有功，你想要什么？不过分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老板，我真可以提一个要求。魏13瞧着他那样不禁莞尔。当然可以，说吧，要钱还是要职位？领班如何？这些女子，魏13一视同仁，没有丝毫看不起。我有个弟弟，老板能让他跟着您当个小厮或者随便什么工作，可以吗？你是想让你小弟跟着我？是的，老板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功劳，但是老板既然说有，那我就是有。我只有这一个要求，要是老板不麻烦的话，就是这个。如果老板觉得麻烦，那就当有容没说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有功劳在。哈哈，有趣，能说说为什么你要让你弟弟跟着我吗？我可是大流氓头子，跟着我没什么前途的。魏13的具体身份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，只是知道魏13在深都好使，背景大，尤其是在黑道说话好用。老板就算是流氓，也是好流氓，跟着老板我放心。您是不知道，我弟弟从小乖巧了，现在正在国立中学上中学，品学兼优，绝对不是废物，让老板为难的。还真是个人才啊！行，等有时间你带来我见见。有容出去了，徐迅雷带着有容的资料来了。松江人，家中只有一弟，父母双亡，有容放弃学业，进入会所赚钱，养活了弟弟。弟弟也懂事，品学兼优，聪明伶俐，15了。魏13悄悄地，这好像主角模板了。倒是个懂事的迅雷啊，这小子你看他几日，看看如何？要是行的话，考察一下。徐迅雷点点头就出去了。几日后，昆山督军的调换有。哪位啊？是魏贤侄吗？我是冯天喜呀。冯天喜自报家门，觉得魏13听过自己的名号，哪里知道魏13疑惑不已。冯天喜，贤侄，我没有这样的侄子啊，电话打错了吧？我呀，昆山督军冯天喜，跟你岳父可是老相识了，当年我们可是莫逆之交呢。喂，13这才撇撇嘴，原来是冯督军啊。不过这贤侄我可不敢接着，虽然你跟我岳父是督军，但是深都督军跟昆山督军能是一个级别的吗？冯督军有什么事儿，赶紧说吧，我还挺忙的，最近有个龟奴不太听话，正要调教呢。魏先生，我这样称呼你行吧？犬子有些不懂事儿，给魏先生添麻烦了，我先替他赔礼了，50万银元赔礼，你看如何？魏13似笑非笑，是这样的，冯督军呢，要是之前呢，别说50万，就算是30万，我也把令公子放了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为何？冯督军小气了，在道上想开出花红80万买我魏13的命，现在为了令公子才花50万，这不是看不起人吗？难道令公子的命还没我魏13的命值钱呢？此时冯天喜冷汗直流，心想这事儿魏13怎么知道了？魏13也不说话，这也是徐迅雷的情报才知道的。不过魏先生想要80万，那就80万，钱明天我就派人送去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如何？魏13呵呵笑着，不如何，主动权在我手里，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对面拍桌子的声音。魏13，你这是要鱼死网破吗？魏先生，你真要鱼死网破？魏13哈哈大笑，冯督军真是风趣，鱼死了，网不一定会破。昆山的土鳖督军居然还敢威胁自己，自己的根基就是这么容易动的。魏先生，你究竟要如何？魏13啧了一声，这才是谈话该有的样子吗？这样吧，翻个倍吧。
150万，我给你优惠10万，只要钱到位，令公子就能安安全全的走出深沟。魏先生，过了吧。魏13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也没了。过了，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可能还会加钱。我给冯督军1个晚上的考虑时间，如果明天早上还没考虑好，那就不用谈了。说着挂断电话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你冯天喜老来得子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就算没那么多钱，想办法也会筹来的。听着电话没有声音，冯天喜大怒，把办法但也只是无能狂怒罢了。副官，给我拿枪毙了那个狗日的！冯督军息怒啊，这个魏13势力极大，咱们势单力薄啊。另外一边的魏13挂了电话，赵丹青也洗完澡了，出水芙蓉一般的走了出来，穿着睡衣，红润的脸蛋，正擦拭着自己半干湿的头发。魏哥，你跟那冯天喜要那么多钱干啥呢？这不是让他狠上你了？魏13一把拦过赵丹青，笑呵呵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哪是要钱啊，我那是要他命。赵丹青扭扭身子，白了眼魏13，手老实点。我说的真的，没骗你。冯天喜不答应了，我就撕票，爱咋咋地。要是答应了更好，我发一笔横财，多好啊！赵丹青并不知道，冯天喜不给钱的话，魏13还能跟他玩玩。一旦真的给钱了，那就是冯家父子共赴黄泉的时候。我早就让杨康备战了，保安团和小基地的人早就动起来了，边3轮和燃料也送去了，正加紧练习呢。一旦钱到位，就要动。翌日，经过一晚上的考虑，冯天喜东拼西凑，终于凑足了150万银元。而魏13还不知道，此时的他刚从赵丹青的闺房出来，朝着督军府抵去。爹，我来您这蹭顿饭，您吃着呢。哎，几位姨娘也吃着呢。哎，大哥大嫂，你们怎么做的这么角落呀？秀娘啊，去给魏13拿碗筷。秀娘起身便去了，拿回碗筷。魏13也不客气，笑嘻嘻，谢谢姨娘。多吃点小菜，这些小菜都是秀娘祖传的手艺，好吃得很。魏13惊讶地看着秀娘，姨娘还有这样的家传？听他说呢，就是祖上跟着天意圣将园的老东家学过几手，跟人家祖传的可没得比呢。一阵寒暄之后，你大早上怎么来家里吃饭了？听说你又干大事了？爹，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！我这不就是跟昆山小地主起了一点冲突吗？这您都知道了。魏13自然明白赵延年说的是什么。你呀，堂堂督军被你说成小地主，口气还真是不小。不过冯天喜是该敲打一下了，这些年有些不听使唤了，暗地里跟川省的几个人眉来眼去的，都快忘了自己是这面的人了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正好我有个计划，我跟你聊聊，这也是魏13来这里的目的之一。昆山作为深都势力范围之内的一个地理县城，要动它，自然要通过一下赵延年。吃完来书房谈，老大爷过来。魏13风卷残云的就喝下了最后半杯，然后紧跟着赵延年的脚步去。书房里，3人端着下人准备好的清茶，依次坐好。说说吧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要打他。啥？就因为人家儿子在你地盘上调戏了一个卖艺的女子，你就要打督军？妹夫，你未必太小心眼了吧？魏13也懒得解释什么，这是一个女儿的事儿吗？这是面子的事儿。我听说你不是跟人家要赔款了吗？怎么还不行？钱得要，人也得要，地盘我更想要。卧槽，魏13，做人不能这么黑啊！赵文才震惊，反倒是赵延年这个深都督军却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魏13。说说。魏13对此早有预料，赵延年绝对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但是他赌赵延年不会阻拦自己，所以才会正大光明的来督军府见他。我要通过冯大少爷来榨干冯天喜的库存，然后派人去一口吞了整个昆。督军的位置凭什么给你啊？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们顺手拿下昆山不好吗？何必要你魏13插手？我相信爹是有远见的，肉烂在锅里总比到了外人嘴中的好。昆山距离深都不过70公里，我就不相信爹你没有入坑在喉的感觉。一旦天下大乱，那昆山就是钉子。如果昆山的督军跟您不是一条心的话，深都也不稳定啊。那交给你就行了。魏13恬不知耻道：大哥你说的对啊，我是赵家的女婿啊，以后还不是跟大哥守望相助，咱们才是一家人啊。这话在场的没人信。魏13啊，你这脸皮颇有我当年之风啊。谢谢爹夸奖。布局了这么久，终于要收获了。脸皮值几个钱，地盘才是真的。这也是当时他看上赵丹青的原因。赵家的大树轻易的不能放弃。只要爹能在议会上支持我，胜出议会，我相信袁议长等人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县城督军扫您的面子的。而昆山自然也控制在我们赵家的手中。我凭啥支持你呀？你以后万一不跟赵家一条心了咋整？我不是养虎为患。魏13听到这话，知道已经8成稳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肉烂在锅里，左右都是咱们自己家人吃，总不是外人吃了。就看爹你有没有那个魄力了。已经算是阳谋了，明牌了，就看你赵延年有没有那个魄力了。如果赵延年拒绝了，魏13绝对马上抢劫整个深都，然后跑去川内占领个地盘，大力发展。当然，这只是下策。魏13啊，我支持你也行，只是……话音未落，赵文才急着打断了：“爹，不能！魏13这是要疯了！
老大，你先闭嘴。想让我支持你也行，但你得有筹码。现在的筹码并不够。魏十三一听，欢喜了。爹呀，您老还是高瞻远瞩啊！这样吧，深都最近不是多了许多的苏北难民吗？我全给爹解决了，以后爹也不用为这些小事发愁了。还有，前几日跟李家的李少远出去溜达了一圈，发现现在深都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异常的空虚啊！我也想为深都出一份力量，要搞一场大活动，中间产生的利益30%全给咱们赵家。爹，我预计不会少于几百万的银元的收益，您看这样可行？魏十三说出了自己的筹码。说人话，什么叫精神文明文化建设？魏十三嘿嘿一笑，就是丰富一下百姓和深都上层人士的内心世界。我这有个深都小姐的项目，正合适，顺便咱们还能捞上一笔，一举两得，多好啊！你还懂这些？略懂一二。本以为这件事10拿9稳了，谁知道赵延年又增加了条件。第一，拿下昆山。我兵力上，我不会帮助你一族，你得靠你自己人。358团也不能动，这点能答应吗？自然，我还有个保安团呢。你那保安团还好意思上战场？魏十三也不在意赵文才的耻笑，真打起来就知道了。第二，丹青，你们的婚事尽早。上次定亲之后，我算了个日子，就在15天之后吧。你跟丹青结婚，生的第一个孩子姓赵，如何？正好趁着我还能动，还能帮你们带带孩子。魏十三愕然地看向赵延年，仔细地看了好久。老赵，你特娘的人才啊，偷我家呀，这是。赵延年反将一军，让魏十三哭笑不得，不过还是同意了。爹，我没意见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操办了。我赵延年最喜欢老四了，婚礼要大办，这些你为13想办法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魏十三跟赵文才出了书房，在楼道里，赵文才神色复杂地看向了魏十三。妹夫，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给我辅助吗？大哥，我这不就是给你打辅助吗？以后你是深都督军，我是昆山督军，还是你的小弟呢。以后赵家的基业只能是我的，你斗不过我的。魏十三摇摇头，哼了几声气，一听居然是君臣斗，不过谁是君谁是臣就得看两个人的手段了。回到了自己的小院子，青姐、姐夫，冯天喜来电话了，这是来活了呀，想开了呀。回到万和大院，魏十三找来了马武。马武，你给我弄些黄金来。大哥，要多少啊？你干啥用？给你嫂子打首饰呢。不一会，马武带着一众小弟，每个人手里都拎着箱子，里面都是满满的首饰。魏十三小小感动了一下。兄弟们，好好努力，以后哥再给你们娶个嫂子。一方面，魏十三大张旗鼓地给赵丹青筹备婚礼；另外一方面，秘密生产了山炮几十门，边3轮摩托车更是不少，足以装备手下5000人全部机动。像掷弹筒，更是保证了班组级的火力配置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荣公，明人不说暗话。宋宁月和宋宁子是我魏十三的媳妇，如果他们认你们，我魏十三不阻拦；如果不认，荣公也勿见怪，如何？这几天魏十三为了婚礼忙前忙后，刚回到大院，就看到大院挤满了人，为首的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深都当之无愧的财团。虽不是4大家族，但底蕴却丝毫不亚于4大家族。其实对于荣家上门，魏十三早有准备，宋家姐妹的身份早调查得清清楚楚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魏先生放心，老朽今天来也是想解除误会的，并无心跟魏先生起冲突。威尔，带人进来。不多时，荣子图正如同死狗一样的躺在地上，被人架着。今天的事儿让他快要崩溃了，万万没想到，深都盛传的走了狗屎运的宋家姐妹花，正是自己赶出去的那2人。妹夫，我错了，我当初是猪油蒙了心。魏十三没搭理他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跟自己说话了。荣公这是什么意思？家门不幸，骄子无方啊！这是我家老大的义子温月，名字当初就是他擅自自作主张，为了一己私欲心，将人赶了出去。要不是看到我外孙女的照片和那吊坠，老朽现在都不知道这件事啊。荣公，那今日你带他过来是什么意思？随意我2个外孙女处置。魏十三深深地看了一眼荣老爷子，果然是人老成精啊！这是看准了2姐妹的心善，怎么也能饶了这小子一命啊！虽然荣子图这人不咋地，但总归也是养大的，还是有些感情的。荣老爷子也没想杀了他。国兴，既然荣老爷子让咱们处置，那你就去处理一下。大哥，怎么处置？随意处置，找个江城了吧，多绑2块石头，给他个痛快。瞧好了吧，大哥。荣老爷子没想到魏十三会这么做，努嘴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什么也没说。既然人已经处理了，那宁子、宁月，你们什么意见？荣老爷子的表情尽收眼底，就当是下马威吧，只是懒得深挖，深挖下去可不止这么简单。既然都是误会，误会解开了就好了。最终2姐妹还是跟荣家重归于好，荣老爷子也忘记了之前的事儿，跟2女好一阵叙旧。魏十三身穿新郎官的喜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准备出发迎亲。这他妈就是督军府嫁女吗？太他妈豪横了！何止荣家知道不？咱们深都老牌的家族，人家
家魏13的2夫人、3夫人可都是荣家的外孙女啊，这阵势也是差不多了，还不知道两家给的嫁妆呢，估计会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魏13骑着高头大马，后面跟着花轿的轿夫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披着红花，左右已经被身穿警服的巡警挨个路口的站岗。好家伙，这排场无敌了啊，估计也就魏爷才有了吧。整个万和新建的万和大街，左右2排齐刷刷的摩托车在一旁开路，摩托车上架着机枪，太他妈壮观了吧！这得有60挺机枪啊，88挺，我刚刚数了数，配备了88辆摩托车。卧槽，这特么的能装备多少队伍啊！此时的魏13脸都要笑歪了。这些都是给老丈人督军的聘礼，这玩意不比钱好使吗？尤其是马克沁，那可是国内顶呱呱的重机枪，你有钱都买不到。自己一下子就送了88挺，后面好几辆大卡车里还有8门山炮。当抵达督军府的时候，赵延年惊呆了。女婿，这是你准备的聘礼，从国外搞来的，请岳父笑纳。好。另外一边，赵丹青坐在万公轿上，直接引得所有人震惊。豪横，太豪横了！古代10里红妆也不过如此吧？10里，你的眼睛看在了哪里？这不比10里长。赵家嫁妆如下：银元50万，城外土地3000亩，城内商铺10间，柴山2座，京中2座，其余小件数千。魏13也震惊了，这装备送的值啊！魏13奔着一次性搞定的心态，也不管什么规矩，直接带着人奔着荣家去了，把宋家姐妹花娶了。荣家的阵势只比赵家次1线。荣家陪嫁，广生钱庄股份5%，银元30万，纱厂1座，棉厂1座，染布房1家，柴山1座，另有小件数千。周围人群又是一阵欢呼。当迎亲队伍在城内巡游，每到一处，站在街口的魏13小弟和巡警局的巡警们纷纷立正站好，朝天放枪。诸位长官新婚大喜，祝大哥大嫂新婚快乐。老百姓们自发地站在街口，大声呼喊：魏先生，祝您早生贵子啊！老板好。等到了万和新居民区的别墅群时，气氛达到了制高点。鸣礼炮，迎新娘锣，礼炮声震天，18门礼炮就没停过。国府议会员工电报祝贺邱岩先生之弟新婚，送碧玉1对，金元宝10对，3省督军贺喜送骏马88匹，西南督军卢家送绫罗缎绸。然而让人震惊的远不止这些。浪漫国租界公董局董事贺喜，沈氏国领事馆领事携夫人贺喜，脚盆金领事馆领事赠送古玩字画各8幅。万和的人一个个与有荣焉。瞧瞧，这就是咱们万和的老板啊，谁特么能比得了？哈哈哈，这是老子的团长啊，这牌面比督军都牛逼。你特娘的是真牛逼，督军都敢编排。这些外国人的到来，魏13只是微微一笑，一群欺软怕硬的家伙而已，见风使舵罢了。洞房花烛夜，一个电话来了。我是魏13，大哥都准备好了。魏13紧握拳头，脸上带着兴奋，终于可以开打了。冯天喜啊，你也没想到我会在新婚之夜拿下昆山吧？与此同时，张龙接到命令，跟杨康对视一眼，看着夜色下其着边3轮跨斗开着车灯正在等待的军队。弟兄们，今天是咱们大哥的大喜之日，咱们身为大哥的小弟，今天是不是该给大哥一份新婚贺礼？要。好，大哥对咱们怎样，大家心中有数。是谁让你们吃饱饭的？是大哥。是谁让你们一个逃难的难民，拿着军饷光宗耀祖，不被地痞流氓欺负？是大哥，是大哥。张龙满意了，看来思想教育过关了。3000人的军官队伍洗脑7000人的本土队伍，简直是太容易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今夜就是报答大哥的时候，全体上车，带上装备，拿下昆山，为大哥贺喜。炮营你们人最少，才2000人，这次负责震慑，务必要在第一时间打掉昆山军队的给养。记住，不要心疼那些粮草，咱保安团不差钱。保证第一时间打掉。辎重营在，辎重营这次任务不重，务必要保证昆山城中所有的财主、有钱人，这次不能趁乱跑了。谁要是放跑一个人，回头都特娘的给老子养猪去。是长官。其余的1营长、2营长，你们手头人最多，承担这次主攻的任务。面对这样的部队，谁要是减员超过10人，回来去掏大粪。我保安团不养闲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1万人宛如蛟龙出海，朝着昆山进发。另一头，冯天喜正对着儿子语重心长地教育着：儿子，你也别怪我呀，实在是你太能惹是生非了。今天爹打断你的腿，也是为你好啊。他魏13不是一下子娶了3个媳妇吗？爹给你娶10个，绝对都是屁股圆鼓鼓的好娘们，绝对好生养。爹都给你试过了，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以后啊，你就在家安心的给咱们家传宗接代，先定个小目标，生的4个大胖小子，没问题吧？冯大少爷一脸失去了人生目标，垂头丧气，当了小半个月龟奴，受尽折磨，好不容易回家了，被打断腿，他觉得此生无望了。爹，我不干，我对着那群人没感觉啊。没感觉也得有感觉，难道你想让我冯家绝后吗？冯天喜出去了，随后就进来几个坦克推土机别的女人。大郎该喝药了。我不，你们不要过来啊。半夜，冯家后院依旧灯火通明，但哀嚎四起。突然一声巨响，让冯大少爷差点被胖娘们做吐了。是谁？吓死老子了！哪来的炮声啊？人呢？死哪去了？快，出事儿了，赶紧给军营打电话啊！